多多干杯，干干杯，为了心中的美味。多多干杯，干干杯，默契翻倍，干干杯。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胜利多多多，多多干杯吧。赛场就位，开启美味。华莱士手工果粉，我有绝招，精准控温，这波操作稳准狠，现炸才够脆，热辣多汁，一战美味来袭，一口回血，只要香脆炸鸡，不要脆皮人设，这是胜利的滋味，忍不住的欢呼，庆功时刻有华莱士，吃得香，赢得爽，吃华莱士，获益炸鸡迷局。欢迎来到2026第5人格深渊的呼唤9中国大陆赛区预选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小小。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两队登场。以光为刃，巨星成尘，欢迎 VRS。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欢迎格格、麻油、夏夏、泪水、大海、小天、纯净水、长风破浪一往无前，有请斗舞战队。这次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欢迎岁岁安、南、白纸、梦幻小迷、承载、陈某人。这里是第1周第4天的第3场比赛，由 VRS 对阵斗舞，让我们期待双方的精彩对决。欢迎各位回到 CV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初夏。我解说烤鸭，那马上进行是今日比赛第3场 BO3 的第1局比赛，由 VRS 对阵斗舞。也是来到了我们 B 组的一个败者组对决了，所以说的话，接下来每支队伍都是要说，先努力把目前这场比赛给拿下来。是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嘛，是已经在前面的一个比赛当中是失败了，对吧？那来到这一场的话，其实是他们最后一个通向他们小组赛的一个门票了，算是。是的，所以说大家今天一定要把状态都给调起来、拉起来啊！没错，你看斗舞刚才喊话就听得出来了，是要夺回自己属于自己的一切。因为毕竟的话，之前他们是面对到一支民间队嘛，但是遗憾落败了，所以我相信他们其实心里也是带着一股气的。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地图选择，这边是搬掉了永眠镇跟不归零啊。是的，是看到 VRS 这边是选择了里奥的回忆。里奥回忆这张地图的话，感觉就是有所研究的。是因为这张图其实我们本次深渊看下来嘛，其实第1局的一个选用率还是蛮低的。对。然后这张地图的话，可以对于求生方来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很好的依赖于2楼啊，包括可能在前期的话，对于监管方这边来说，可能歌剧之类的角色就不太好上了，是，对吧？比较期待他们想要打怎么样的一个套路啊？因为像这张图的话，比如说冒险家这个角色也是蛮香的。是，
如果说对面可能追击型的一个监管类型拿的比较多嘛，那这个时候拿一手冒险家还是比较舒服的。没错，而且这个版本看下来，我发现真的是绝活的天下。对对，今天这几场比赛看下来之后，不管是屏幕前还是我们，都是大饱眼福，对是吧？你会发现，哎，4大天王的一个4张力反而有时候不如你的绝活角色了。是的，就是当你的绝活角色的一个熟练度很高的时候，其实在面对不同的阵容，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破解方案在的，对，对吧？主要也是现在的第一局嘛，每一支队伍的一个球商，他就真的是无法预判你到底要拿什么角色呢？天王我得防吧，但你这个时候拿绝活，我只能看临场反应了。是，然后他们的这个选角也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不能说专门去针对你的一手角色。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主场也是 VRS。是看一下 VRS 的成员：格格、麻油、夏夏、泪水、大海、小天、纯净水。没错。来看一下这边是斗舞的一个成员了。薛薛安、南、白纸、梦幻小迷、陈仔、陈某人，大家其实也比较熟悉了，因为之前也是经过我们第1轮的一个比赛了。对对对，然后大家的一些打法体系啊，包括选角倾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赛季其实大家都已经暴露的挺多了，是，对吧？一开始刚刚开始第1场的时候，我觉得最是试探的一个阶段。是，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赛季到底练了什么，对吧？藏了一些什么东西。包括说有很多的一些角色改动嘛，就不知道到了赛场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就特别是监管方这边吧，我觉得它其实很多监管的一些属性也好，或者它的技能啊之类都有一些微调，对吧？但这个微调的话，其实在赛场上面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一个优势所在的。是的，也是看一下是由 VRS 的求生先上啊。对，第一把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没错，求生方这边也要扛住压力啊！看一下这边的大海的一个面板数据，演绎得分的话也是7653，然后前10场是一个37.68，然后破译进度的话是238啊，排在我们目前一个第5名的位置。常规角色的话也是机械师跟咒术师，其实这2手的话都是在前期拿出来非常舒服的一些角色了。是。就拿机械师的话，我觉得更倾向于说对内想去打多一些体系吧，就是可能把这个密码机的进度补足啊，或者说针对到对方的一些版本上面的角色啊之类的。那同样周硕的话也是非常稳健的一个角色啊，无论是前期牵制还是后期的一个拉扯。那看一下这边麻油，他局卷研得分3671，牵制58.24，破译进度13.5，首次击倒前的一个牵制时间是45.33秒。常用角色的话是杂剑员跟气象学家。这2手的主打牵制位啊。是。但是能看得到，毕竟上一场比赛的话，其实整体 VRS 他们的一个发挥，我感觉还是并没有想把自己的一个实力打出来，对吧？就是还在适应这个赛场当中。对，还是比较可惜啊。所以说看一下今天能不能说超越前几天的自己啊。对的。是看一下这边是纯净水，它的演绎得分8864.5啊，牵制时间77.8，救人3.5是排在了第1的，然后破译进度是116。3.5真的是救了多少次人？救了很多次人了。对啊，就你基本上能看得到以往的一些数据面板展示出来的话，可能救人位这边就1次2次就已经挺多了，对吧？1.7、1.8都已经算很好的数据了。是的，3.5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是的，主要我们现在这个版本有太多人可以冲到2救3救位了。对对对，然后这边也是下的一个面板数据，演绎得分的话是9064，前10场是63.99，然后破译进度是来到了一个227.5，排在我们第7名的一个位置。常用角色的话也是梦武士以及飞行家，对，也是队内的一个主牵制的位置啊。对对对。但目前来看一下的话，我觉得对 VRS 来说的话，肯定还是要把求生这边的一个稳定性提高，是吧？因为像上一次比赛我们看下来，感觉他们的一个沟通啊，包括对局当中中后期的一个安排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凌乱的。主要也是看一下1-4牵制，还是尽量要把这个前期节奏给稳下来。是看一下这边 VRS 的教练防压。对。防压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老熟人老朋友了，其实他也是陪伴第五人格很久的一名教练了。对对对，就是在第5人格里面也是我们也比较熟知了嘛。是的。看一下德物的监管者重要者梦幻小迷，演绎得分的话是11335啊，然后局域击倒的话6.5，局域逃燃人数是2.5，然后以及有一个61.57的局域击倒用时。拿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元扇啊。对的，也是比较形象，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奶龙嘛。对，非常喜欢这个卡通形象。对。是看到他的常用角色是有喧嚣以及杂货商。对。
因为确实，我觉得除去四大天王之外，杂货商确实从我们的一个秋季赛开始啊，它的登场率就非常高。是啊，包括但是我们这次深渊看下来的话，其实先看这边是斗五的教练北风啊，他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杂货商的一个强度并没有说。给到求生方这边很大的压迫感，甚至经常会被到求生方这边去中后期啊，去运营扛刀啊等等，然后把这个节奏保出来，对吧？现在球场非常容易说选出来一个阵容，无论如何都有一个 OB 位在嘛，无论是像弓箭手啊、古董商这样的点在，包括说其实咒术，我觉得现在也给到监管这边很大的一个压力的。没错，甚至说气象，对吧？对。像学家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技能上面会对这个杂货商影响挺多的。是。有点像说你释放了藤蔓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些技能，你没有办法贴近你想追的人的一个身位。对。也是看到这是梦幻小迷的一个应援。比了一个4，应该是希望他上来就拿下一个4张。是的，因为上场比赛对于斗五来说，我觉得肯定还是有所打击的。对。他们肯定在这2天的一个准备当中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一场比赛吧。那也是看一下，毕竟这张图的话，其实是里奥的回忆嘛，相对来讲，我觉得对于求生这边也是有很多的一个机会的，他没有说特别的偏向于监管这边。没错，那对于梦幻小迷来说的话，其实他的之前的一个角色用的比较多的，像喧嚣啊之类，这个版本也有改动。其实喧嚣的话，其实打下来之后，发现它的一个真身面不是很高，反而它的一个保平面现在是越来越高了。对，主要还是他现在一个技能容错太低了嘛。太低了。对，我稍微空几个双双惊喜的话，我整体后面那个上限就拉不起来了。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深渊下来的话，很多一些民间队伍的一些绝活监管，对吧？在其实这个版本的第1回合跟第2回合还是比较吃香，就在于说求生方这边可能尽可能会拿自己的一些角色去克制到你的版本的像4大天王的一些角色，对，但也会疏忽到说你的绝活监管的话，刚好是对应的可以去克制这些天赋的。像很多的一些绝活监管，他们的这种类型的角色追击能力都是非常强。对，然后熟练度又高，是吧？特别赏心悦目就是他们的一些板剑博弈。是。以及说我就是对我的技能把控跟你的身位到底有多极限，我是能够拿到这一刀的。对的。对，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点嘛，细节会影响到球商这边整体的一个心态跟节奏的。对，我看一下双方的第1局比赛吧，来看他们的一个班位啊。首先是给到了机械跟先知。这也是比较了解啊，因为刚刚是看到大海这边常文角色是有机械师在的。没错，而且应对到梦幻小迷这边嘛，毕竟他的一手喧嚣啊等等这一些角色还是比较担心这种机械师的。是。看下这边再选择一手弓箭手跟木武师。看第3手的班位是给到谁？我觉得可以救人位上面去搬一下，对吧？比较讨厌的可以搬掉守墓人。那球场这边要不要直接就选个大副吧？对，大副还是稍微稳定一点啊。对的。那最后一手的话，可能就是一个2救位了，像魔术、飞行家、教授之类的，包括说选一手气象，是有点搬不完的，就看一下他们怎么样去选。是。搬掉了气象学家，那看要不要选飞行家，因为这样地图飞行家也行。我选择教授。教授。那这样子的话就很主防这个单刀之类的一些监管了。是。这个阵容的一个上限也会有，然后包括它下限的话，我觉得也是挺稳定的。主要教授和木偶师2个一起出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像飞行家那样，我前期把道具用完以后，后面的一个2次牵制是没有办法保证的。是。对，那像有教授在的话，其实我只要多救他几次，我算好这个道具的一个 CD 时间，我是很有可能去牵制到开门战。没错，这3个角色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在于说，我可能可以带3个化险为夷，然后教授这边的一个天赋或者木偶师这边的一个天赋。再做一些小调整，是对吧？可能带个双弹化险为夷的天赋，这样子的话，保证我一定有一个牵制能力的情况下可以救人。确实要多带一点，因为我们觉得最近看下来，我手追什么大副守墓人佣兵的也不少，很多，对吧？你像木偶师虽然说你强吧，但是我可能玩个什么杂物商蜡像师，对吧？那我该解决你还是解决你。是。那对于梦幻小迷来说的话，其实这一局的话，我也可以去找一下你们的一些突破点嘛。比如说我换一个角色拿，不一定要去拿些版本的4大天王啊之类的。是先等一下求生这边整体的一个天赋的携带，觉得尽量还是要多带一点化险为夷，把一些时间给拖出来。对。这张图有一些点位，其实挂上也不太好过来救援嘛，尤其是像角落的一个位置。选择一手歌剧。但其实这个阵容打歌剧，我觉得
够打呀。就求生方这边是可以应对的了。格局并不会特别舒服啊。对对对，每个人都能做到个人牵制，加上弓箭手的话是比较克制你的。是的，主要是这张地图它有个大房，它大房的话有个天然优势的点位会给到求生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那外围的话，你像大副以及弓箭手都是比较好去应对你格局的。那我中场再给一个人，那大房跟中场的位置你又不好去抓。是啊，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头疼的。只要这个点位求生非常固定啊，我基本上往外侧楼梯一上啊，你前期就是要先跟我绕一圈再说。对对对，来看一下区域选择，果然啊，弓箭手跟大副站出来，那中场是给到了教授以及大房的木偶师。这样歪牌是非常全面了，因为像木偶师，如果说队友要约过来，他也是可以及时让开去破译其他密码机的。对的。就我觉得梦想小明这边也是非常相信自己的一个熟练度吧。因为这套阵容的话，其实格局是不太好打的。但其实版本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第一回合你要拿4大天王，其实都没有很好打的一个，都没有很舒服的。是，来看一下天赋选择是底牌挽留。求生这边的话也是带了3个化险为夷。对，3个化险为夷。大海这边的弓箭它是双弹跟飞轮，其实教授这边也是没有带火光反照的。是的，就跟我们刚才想的一样嘛。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斗5的见惯者对阵 VRS 的求生者，由解说烤鸭和解说初夏明带来 CV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开局的位置的话是直接找弓箭手，但这边其实已经做好应对了呀。天赋包括区域选择上面的话都是很针对到格局的。对，反正先下，但是走的是外围的一个位置，那应该要先上一根箭了。直接打中核心。是的，那这样的话身位就拉开的对，非常舒服了。这样它可以控制到这个残影的滞留时间嘛，是，然后就可以把你的回数给规避掉。然后也是成功转入到下一个板区。对的，但前面的单板的话是比较难博弈的，要等你来的一个位置再下板很稳。这样的话把自己后续的道具也给续出来了。是的，看一下这一波。那这样的话又打一个核心，非常精准啊！但这边转进小房的一个距离好像有点不太够。看一下后撤弩补距离，但是这边还是不太敢翻。对。如果能无伤翻窗的话，那其实整体的牵制就非常舒服了。是的，但是上了撕裂度的话，这边前面也是可以选择拉一波点。我现在对于梦幻小迷来讲，我首先回速跟上你的身位啊，其次我的闪现马上就要好了。但弓箭手这边手上也是有飞轮的，而且龙骨弓还有一个，再上一个撕裂度，前面的话不好交这个闪现，再拉开距离。对，看一下，直接闪过来吗？这么有飞轮啊？主要是他交了飞轮，前面也是空地。对，但是他隐约断了，主要是你前面如果有飞轮的话，可以勉强进这个板的一个空间。是，不过看下来其实。应该是没有想交啊，对，没想交。对，差不多吧。这边马基也是成功逼惨了嘛，但是道具就消耗的比较多，而且这个点位的话不太好进行26。大幅提前摇表应该就是卡一个比较满的淘汰进度，再来救一波了。对的，第二段给到，反正我贴近椅子跟你博弈啊，我也不着急。是的。这边的话也是想去蒙一下，但是一个无伤救再加一段摇表，这波救人非常帅啊！那就很赚了，他不需要去补充状态，也不需要调其他人过来啊。是的，因为这一局的话，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带环反照，就是冲着保平打的。那你这样无伤救的话，其实对外围密码机也会比较快，是吧？就看一下第二波是让木偶还是教授再来套一个化险为，把时间给拖出来，因为目前看起来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是的，选择倒在中场，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教授，但教授被通缉到了，他本来都蹲好了。对，刚好精准给到。那前面有飞轮，看这边先交飞轮进板，再顶鳞片，啊，道具交的非常快。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保不到无伤了。哎，鳞片挡到了，有机会。那这样的话是可以先把人无伤救下来。对的，无伤救下来很赚。这2波无伤救的话，其实后期对于梦幻小明来说控场会有点难度的。对他们完全不用补状态啊，直接可以大胆修，而且这边还给到了大海跟鳞片，再挡一刀。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飞轮无论如何得交了。对，可以尝试一下。拖时间也得交这个飞轮了，飞轮进板，哦，这个博弈可以的。哦，还翻了过去，那这样交了自己的板弹。是，那么马吉的话，其实动也非常快，但是要拖够还是有点难度。这边再一个单板博弈，看一下给到一刀。是的，不过这一波其实我觉得对于求生来讲已经非常舒服了。首先保证了救人位的状态，
这一局感觉 VRS 他们打的是把最优解全部打出来了。对对对。看外面大家都是满状态有道具的话，其实对于监管来讲，我没有办法马上续我的节奏，也没有办法切出来。是的。然后这边的话也不打算找教授，教授反正也是当面给压力嘛。我这边你不找我就去修这个旁边的马吉。而且这边也是有个断影啊，所以说你走路过来的话呢，也会让这边的大副已经提前拉开很远的时候。是。然后前面双板也在。看一下要不要省一下道具。哦、哇，又拨了个砸头，那直接带走一场，我觉得可以考虑让队友去看看要不要补一下那台。但现在可以省道具了，他这个砸板的话就完全可以省道具。是的，省道具跟他打，哪怕说现在给一刀，其实对于外围密码机的进度也是够的，但不省的话也行。求稳了。对，不省的话，看要不要叫传送了，传送落地下来，教授这边道具也好了，回头想卡隐月没卡到啊，那给到一刀。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话，就是先去补一下大门那台密码机。大副的话也是自己去摸了一个箱子。是。然后这边进单板，再砸一板，也搏了一个砸头。大家的博弈都很好啊。是的，那这样其实对于麻油来讲，他会慢慢把自己的鳞片跟飞轮拖出来的。是的。哦呦，梦小梅这一把的话会有点难受啊，现在完全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博弈空间的机会。而且在很多短板，我觉得被球生拖了很多的时间。对，然后这样子的话，莫武石这边还有一个化险为夷。然后如果我选择压满救的话，其实这局化险为夷刚好可以抵消掉他没有湖光返照的点。对这个问题。那选择是往这边小房挂啊，直接挂到大副这边脸上，但距离很远。那这样的话，莫武石就贴脸给你压力嘛。如果你想管密码机的话，我这边人就扯掉了。对的。不管那我就等压好。是的。那有个好处吧，梦幻小梅这边挂在这里的话，是让他们点门时间会比较慢啊。我可以选择管一下大门，那小门这边就没人点。那看一下是可以考虑直接亮的，尽量不要浪费他的化险为夷时间。那两个人都拉开，选择不要去在大门前置。不要第一时间贴门啊！没错，尤其大副这边他补充的道具是一个香水，其实在牵制上没有太多的作用。只能拖时间吧，只能说前面的一个双板，看一下先把板下了，叫香水过来，一刀回香，翻过来。但这个位置没办法了，要博弈还是很难的。传送也是好的，那看一下这一波，先把人挂上再传吧，因为当时两个人的位置都在小房嘛。其实这局梦幻小米这个挂这个椅子还是有讲究的，它让你们的一个点门时间呐、开门战的一个节奏点会差很多。看一下，他是想先走过去排的，这样是有这个耳鸣的，那他肯定确定大房附近是有人的。没错。是。那这样子的话，教授这边在点门，莫武是要走地窖或者走门都很难。对，我觉得可能还是到了。但是过来救的话也比较难受啊，大副那边的挂的椅子太远了。是。这边回溯过来，但这个路易的话只能去失去挡，没有挡到。是的。啊，另外一边的话，教授也是把门点开，那可能应该就直接走一个，还是跑一个了。是的。对，其实这一局我觉得在中后期有个问题就在于说，当时那个怀表不交会不会更好？是因为当时不交怀表，虽然说可能会给一刀，但外围是有2个满状态。我觉得这波不交怀表的话，你可能在开门战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节奏点了。对，因为到开门战的话，那个时候满状态的木偶师以及有怀表的大副2个人全都能顶得住这个压力，但是没有办法像刚刚那样快速解决掉任何一个人的。对。所以说考虑下来会比较难受，因为当时大副在牵制的时候，队友已经在小门3板兴起一台密码机了。是的。对，就算掉了状态，然后让木偶师过来救，也同样的，他是有一个好的状态加有化险为夷的。对，他可能说交怀表的话，就怕说监管这边会打成一个疲于奔命的一个状态嘛。就像刚刚把3排的人，对，3排的人直接挂到小房，对吧？确实挂到小房之后就很影响整局的一个节奏了。是的。就把木偶师的位置压过来，大副的位置的话，同样也暴露在大门的附近。那我把人打了一个针对之后，再去管你大副的话，你这边大门只要撑不住，小门是第一时间点不上的。是。所以感觉到其实梦幻小女虽然说这一把牌是被球生这边操作了很多的一个板子，但是它整体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最后的一个大局观也很清楚啊，就是我尽量的要干扰到你们这边的一个点门时间，以及说你们的道具消耗，它是非常清楚的。是的，是的，他的一个思路我觉得没有断过吧，可能说博弈上面这一局确实对于 VRS 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打得非常优秀了，是吧？不管是救人又是无伤救，对吧？又砸板什么的，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赛后数据啊。梦幻小梅这边的话也是命中了11次，然后破坏板指数10个，然后击倒了7次。
麻油这边的话也是破译了147，甲板命中一次救人一次牵制了65秒，大海牵制了92秒，准点水破译了2台救人一次甲板命中一次牵制了54秒，以及下的话破译了201救人一次牵制了40秒。对。就还是这几波救援的话，让他们的后期会好打很多，一直没有说给到太大的对面这样的一个四抓面，对，甚至说后面假设说他或者说他用了道具，但是后面补充的是个护腕或者其他之类的稍微有点用的，对，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局面。是的，这把其实就是看开门战了，开门战如果能撑住的话就会比较好，或者说。当时救下来，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注意那么仔细啊，就是当时如果说救下来的话，教授的鳞片是好的，对吧？我把鳞片一交，哎，这边拖到一个木偶师可以去贴门的时间，哎，这样子可能开门战也会比较有优势去打一打，对吧？也不让他打得那么舒服的一个针对嘛。因为当时如果说没有回环反照的情况下，我这边木偶师倒地了，对场上少了一个人，那木偶师的位置的话，他第一时间是往大门跑的情况下，那小门就肯定是空出来了。对。是看一下双方换边嘛，因为其实看上一把 VRS 求生来讲还是比较有想法的。在知道你这边有底牌，大概率是传送的情况下，是让木偶师直接压到大房。那可惜梦幻小明这边思路太清晰了，我不会第一时间交技能的，我一定是先隐跃过来去探一探耳鸣，还正好让他探到了。对，经验很足。是。那看双方换边，其实对于德武来说压力就不大了，对吧？这一把其实。面对到自己家监管的话，也是3抓的情况下，自己就会比较轻松一些。对，就保底的话，也要先跑出去一个，这样在对方选图的情况下是没有陷入到劣势。那如果能保平的话，更是能直接拿大分。没错，来看整的面板数据啊，演绎得分的话是7217，然后现时长的话，首次击倒用时是62.44，排在我们第10名的位置。破译进度是有120，那常用角色也是入殓师以及调香师。是比较偏向于个人操作的一名选手的，像调香的话，其实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反应嘛。他调整之后的话，其实他那个博弈空间跟容错也是变大了很多。对，我觉得很多队伍可能还在去尝试说，我现在拿一些别的体系阵容啊之类的，好去打这个版本的一些监管嘛。那看一下这边白纸啊，它的演绎得分7175.33，牵制49.73秒，破译进度137.67，首次击倒牵制时间是39.82秒，是33%的逃跑率。对的，那常用角色是先知以及冒险家。比较偏向于一些体系眼的一些点啊，像冒险家的话，其实这张图就非常舒服的可以拿出来了。对，有很好躲藏，是你很难找到他，而且有他在的话，你中后期的密码机是有点控不住的。是。加上其实对于斗武来说，我觉得更多是要去克制到对方的监管决策池吧。对。来看下陈某人的一个。均得分的话是7717，然后前时长是89.45，首追击倒用时是57.93，破译进度118.33，常用角色也是画家以及冒险魔术师。对，是能看出来，其实斗武他们所有成员基本上都是会有一些比较偏体系的一个位置拿出来啊，像这把的一个画家以及刚刚的入殓啊，以及冒险家这样的一些点。对。想法很多，对他们还是比较想说这一把都互相去配合一下，去帮帮忙这样子。但这个版本确实也可以，我觉得这个版本是真的求生方这边可以去打上线的一个版本。是，看一下这边男队内的救人为他的演绎得分7261.33，牵制时间51.63秒，救人1.33，破译进度127.67%，67%的逃跑率。没错，上角色也是前锋以及佣兵。对，队内的一个救人位嘛。对，现在其实要求救人位会的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是的。你又要牵制，然后又要去救人，对吧？然后很多方面都可能要去考虑的因素很多，怎么样去用道具啊等等之类的。包括说像前锋啊、哭丑这样的一些救人位嘛，他们也是比较考验你这个 OB 能力的。是。首先看一下 VRS 的监管泪水啊，它的演绎得分9783，局军击倒5次，局军淘汰2人，局军1次恐惧震慑是排在了第一级，击倒用时71.44秒。然后常角色的喧嚣以及台球手。是的。其实感觉这两个角色的话，尤其像喧嚣，它是调整之后嘛，近期的一个追击压迫确实没有那么强了。那台球手的话又比较依赖于自己的一个存在感，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前期击倒时间并不会太快。对。
就台球手看了上场之后，发现他其实经常会被球身方这边拉扯到一个比较难受的局面吧。对，尤其是你到挂飞第一个人，觉得我还有一整台密码机可以控一控的时候，突然发现球绳这边完全2台对角线，对，就不给你这个机会。是的，对吧？因为你日常的排位来说的话，可能说有信息差这些，但是你来到比赛上面的话，我觉得他就不能沿用说以前的这种打法了。对，就更多你会发现现在的一些台球手的话，慢慢有一些优势的情况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快速击倒。反而会把自己的优势给扩大，而不是说我击倒一个之后，哎，我慢悠悠的去控场啊，消耗一下道具啊，这样子反而控着，给球身方这边拉扯出更大的局面，甚至说你控了半天下来，你还没控到道具，是的，这个就比较难受了。所以最近见的会比较多嘛，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要完全把排位跟比赛去剥离开的，对，完全是2种不一样的情况啊。是的。看一下这一把对于泪水来说的话，会选什么样类型的角色了？看一下班威是给到古董商跟先知，同样选择大副，冒险家来了。冒险家一出的话，其实让监管这边就比较头疼了。对，首先看我选点能不能赌到，赌到还好说，没赌到，那我的追击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是的，而且台球手的话，你可能就不太好控，对吧？那首先台球手它的一个控场的话，还是有一个回退密码机的一个功能，但是对于冒险家来说，我身上的输液就是密码机。是。你还算不清楚啊，他到底是前期手修了还是怎样啊？或者说，有没有留下这样的一些输液？没错。就唯一的风险的话，就可能说怕开局被找到，但我相信他们的一个区域选择肯定会把冒险家给保护好的。而且这张图本身就比较好藏，一是它色调比较暗嘛，其次雪堆的话小建筑物也比较多。对的，那选择非常快，这边选择了咒术跟木偶，这边也是搬掉了弓箭手跟魔术师。看下来泪水还是比较偏向于他的一个追击的。但球神这边有咒术跟木偶师在的话，也完全不怕你的一个追击型监管。对，就这个阵容，你反正搬的话，肯定是要往歌剧跛脚上去选的，对吧？就是大差不差了。是。然后球神方这边选的话，也是应对的你这个绝对的池去选。那你硬要去摇摆的话，可能也就抬着手去摇一下。而且这个阵容的话，其实像冒险家，他的天赋也有可能会多带一手化险为夷嘛。对，这个点也会让很多监管比较头疼啊。选择了歌剧演员。那这局的话，其实区域选择上面，大副跟木偶师应该会站出来扛压。那木偶师这边天赋带的可能就不能是单化险为夷了。对，我觉得那个化险为夷都可以让，就是2救的位置让冒险家来，或者说你让他1救啊，后面大副再进行一个2救，都是完全可以的。对的。不然单化险为木偶师，其实牵制起来会有一个转点上的压力。本身歌剧它有一个回速去压迫你的点位啊。但是大概率3个化险为夷吧，因为这个版本其实2个有点追谁都有可能，是，对吧？你看中场的冒险家，然后大房的木偶师，反而是小房的咒术师啊。然后这边那会不会说是把这个化险为夷放在了木偶师身上，然后让咒术带一个双弹飞轮？飞轮有可能，因为咒术的话，毕竟它一个牵制能力还是在线的，然后给一刀之后也会斩出3层喉。对，约等于说我是一个有点控的求生者。是的。看一下选在大门的方向，那这样基本上可能会跟上把一样，我就直接冲着小魔威轮去了。因为歌剧演员实在没有办法从大副身上找到机会。对，而且大方也不好追，是吧？所以区域选择就比较固定化在大门这个位置，然后可能都是看第一个回溯的机会点会不会有刀了。是的。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天赋会不会像我们说的那样去携带。看一下，这边是单化险为的木偶师，双弹飞轮的咒术师，对，以及说带了牵制天赋的冒险家。然后监管这边也是带底盘挽留，比较常规吧，我感觉两边都是选的很常规的。那好的，现在进入比赛方面，本场对决夺5的求生者对阵 VRS 的监管者，有解说初夏，解说烤鸭为您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好。那其实也没完全进入啊，
们再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从刚刚的一个点位选择上来讲的话呢，已经是会让求生者前面的节奏比较平稳了，对吧？我们是把优先想让你去追击，并且做好一个牵制准备的人摆在你脸上了，其他人你又碰不到，然后中场的冒险家也比较难突破。那对于泪水来讲，这把他的一个任务又是说我至少要还一个3抓，还一个3抓。对，所以说。想想的话，还是尽量看能不能快速秒掉这个咒术。其实我觉得这个阵容对于歌剧演员来说是有机会的，就唯一的一个痛点可能就在于这个冒险家，是的，对吧？因为冒险家的密码机你是无法估算说我可以去有个很好的控场机会，对吧？但是整个阵容来看的话，首先咒术师这个点位它是比较好去突破的嘛。是的，对的。好的，那我们进入比赛画面，本场对局由斗武的求生者对阵 BRS 的监管者，有解说初夏局由凯文为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开局的一个起追方向还是小房，就大差不差，大家都是这样去追了，然后就看这边窗户留个残影，然后再反绕过来。但这波板子是没下的，而且这边翻的话是并没有给到泪水一个回速的机会啊。是，感觉承载还是想在小木屋这个地方多逗留一会儿啊。对，资源是比较省的。然后这里的话，其实身位是把持非常好，你要有个交猴的机会，然后可以直接翻窗，这样子的话，费了一个回速。对于前期的一个牵制空间很大，是的。但前面的话双弹交过，所以说平地还是有概率给到一刀。对，前面进不了这块板啊。对。2层猴交了，其实攒大猴的概率就会有点小了。对，会比较难一点点。而且闪现这边的话还有10几秒，前面又回小房这个距离，还是需要交猴进点位。对，交猴进。对。但这样子的话，其实手上资源用的很快啊。而且他要赶紧拉走啊，因为这边是个地下室。哇，这个击倒时间很快，闪现都没好就已经击倒。没错。要往地下室一挂的话，这个救援也会难受很多啊。我可以尽量去打掉你一些救人位的状态，也逼迫你说一定要赶紧撒手了。是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说过嘛，这个阵容其实对于歌剧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去突破的一个阵容了。然后并且前期的话没有撑到一个足够的时间，但好在说外面有个冒险家。这把就看一下冒险家这里的密码机进度会不会提快更多吧？对，他主要是想要去挖输液，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看一下这里的一个救援，摇到，第3段摇到，但是没给到刀，可惜。那这边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淘汰进度就可以啊，一个无伤救达到了针对，是一个无伤救，但同样2个人都同时出来。那这波其实我觉得求生还是非常舒服的，毕竟大福他救了一个地下室来讲的话呢，是上来之后吃了这一刀。那这边给了一个那应该能找到承载。会掉脚印吧？看到脚印，应该是看到了啊，那就行。因为他刚刚给了一刀，加上回速又有僵直，2个僵直下来，我就担心说你找不到人。我看他的一个视角方向是一直跟着咒术师的一个拉点位置的。看一下，已经是整某人贴过来了。实在进不走，人家贴的非常早，而且挺隐蔽的。就基本上现在大家都是省状态，就省状态下来的话，我尽可能越消耗的越少，然后后期3人拉扯运营会更好。这边应该是已经看到。应该看到了。声音。但这个位置变路易的话，其实还要变多1段才行啊。到椅子跟前的话，可能要。但是刚好结束的时候打到了。是的。那这样也是算符合他们那个心愿啊，我是保留了木偶师这边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抽刀，没有牵制起来。密码机的话也是来到，应该也是控最后一台的一个节奏。对，我这把的区别在大副这边状态是有点差的。有点差。一旦想要去追他，他这个表是一定要马上交出去的。对的。看一下冒险家身上的一个输液是能挖出来半张。不好控，其实还是不好控，因为有个冒险家在，就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痛点，就是好针对是好针对，好打是好打。但是看泪水一直想往这边挂，他应该知道。是猜到冒险家这附近吗？没有，直接转头去小房了。这时候也不挑人，回溯过来看。想骗，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这边刚刚是有人在修啊，这个位置很难排啊。我们刚才也说过，其实
你歌剧园排冒险家更难排了，对，因为那个黑影，你位移快，而且还对，没有办法慢慢停下来，仔细的看有没有。哦，想闪现过来打他一个来不及变身的。对的。那这样子节奏的话，可能就要想着怎么去把这个传送给拖好，时距一下，往前走。后面一段变身还是能进入到2板的。然后这边还有20多的输液，然后场上有2台遗产，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又在最后的时间。对。那这边的双板还能再玩一会，感觉密码机是有机会压好的，回溯过来有接到节奏。能够起一波上挂。对。那看一下，得让冒险家来救啊，因为大副的话他是个半状态，而且是压机的那个人。没错，而且这一局同样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贴门，对你贴门的人会很远，而且这边是打算强行挂到2板1窗吗？那现在真的是非常远。很拼啊！我觉得距离太远了，因为当时我记得他的天赋页显示上面是没有拒签的。对。那这样子是可以让木偶师自己开，然后2边都拉开，然后这边的话还可以在时距去扛一刀。主要是你的传送拖不出来嘛。感觉这把有点难了。对，前面的话已经变落路易了，时距隔窗刀。不过他刚刚强签也是让求生那边一直有往这边赶，没有第一时间贴门。对，他的传送还有11秒钟。是的，感觉有点来不及啊。有点来不及了。对，你如果要挂人的话，传送也好不了。对，好了，第一时间传的话，门是会开的，而且大副他作为殿后的一个位置，手里有怀表。对。这个地方你还必须得挂，窖对你一定要挂的呀，不然的话传过去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人他爬都能爬到地窖去了。是的。那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成功保平吧，就对于斗武来说也能接受的，对吧？因为毕竟开局的一个击倒节奏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快的，但这一局有个好处就在于说有个冒险家，而且冒险家的位置的话，就等于说你要少排一个人，然后其实最亏的一个节奏点，我觉得还是中间在小房交的那个闪现，因为当时那个闪现交出去之后没有打到他理想要的状态的话，那可能开门战的一个节奏他就不是完全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是因为也能看出来泪水当时会比较着急的想去续一下2手节奏嘛，他明知道3板那边肯定是大概率就是个冒险家的，但是在2边的一个拉扯过程中没有找到这一段的一个时间，已经让求生这边把后面的节奏给稳下来，多去破1台密码机了。对，因为他也知道3板那个是遗产，对，而且是比较多的那台遗产，所以说他也是有耳鸣的情况下预测到你说这边冒险家可能在3板，所以想利用回溯过来把冒险家调出来，但是其实冒险家这边是我先修密码机啊，等人挂飞了之后我再挖密码页，这样子的话我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密码机的进度也不会少。而且他尤其是你是第一波在3板找过的，你找了以后去摸再回来掉，我觉得对于冒险家来讲，他心里是警惕着很的，对吧？你又不是说挂了人直接冲到小木屋去了，那我可能第一时间就出来修了，你本来就怀疑我在这儿了，我更不可能说直接露出来让你找到。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赛后数据啊，泪水这边也是命中了11次，击倒了5次。求生者这边的话，承载也是牵制了51秒，成本人破译了159，救人一次牵制了87秒，白纸破译了209，以及男的话破译了2台，救人一次牵制了31秒。对，这把的话也是2波救援，其实没有给到监管这边太多的一个机会嘛。是一波地下室的话也是正常吃到救的，然后木偶师那边的状态也保留的比较好。对，木偶师状态好的话，你起码在说当时我们看到最后一台密码机的时候，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个变身路易啊，尽可能拖时间，而且每次泪水出刀的时候都是刚好路易快结束的时候，就最后那一点，就是我觉得以他的视角来讲，我就想卡你刚结束了一瞬间打，你不是直接就倒了吗？对，但每次就是差一点点。没错。那我看一下第2回合吧，因为第一回合的话其实是 VRS 的一个选图嘛，那自己选图的情况下，并没有说特别舒服的一个比分吧。是，比赛非常精彩，我们稍休息，马上回来。一星直接拉去中场。靠大黄木偶救第2波。好救。木是拉手的电击。好，我修3板，我死3板了。有没有什么大房卡人？可以。我有避弹锁。666。3把木。压手。来一兵再开一个，自己把握。6一波。可以6。我让他交木偶师。对，这能没交。上空。OK， 好攻。我要开吗？我要开吗？要不我来开，莫开。我来开。
欢迎各位回到 CV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初夏，我只是烤鸭。那马上进行也是 VRS 对阵斗五的第2回合比赛了。那第1回合的话，也是有 VRS 这边的一个主场的情况下，斗五这边拿下了一个5比3的一个比分。到了第2回合，同样有斗五这边有一个选图的优势啊。是，所以说它也会有一个终结比赛的一个说法摆在这里了。对对对。看一下上把看下来的话，其实两边的监管球声都是在互相博弈、互相去秀对面的。是的，对于 VRS 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球声刚刚其实一上来给我们看到的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的训练有素的，对吧？很多博弈啊也好啊，或者说牵制以及救人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打得非常不错。但可惜就在于说开门战这个点上面，确实是被对面监管抓到机会了，对吧？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可能说监管方这边没办法，因为监管这里的话，其实也是更想倾向于说把自己3抓的一个优势给扩大一下。是啊，所以说其实他的一些打法的话，看刚刚的一个语音也能听到，莫偶是在摸的时候已经猜到他可能会找自己的一个闪现了，所以说他一直是离窗户的那个位置非常远的。对。可能对于民间队来讲的话，职业队它有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一个赛场经验是比较丰富，真的很就知道你监管在什么阶段你想干嘛，是对吧？包括你像当时想去抓3板这个点，虽然说很细节的一个点啊，但是你可能有一些队伍他就做不到，对吧？就是给找到这种机会，是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没有去防这一波回溯，没有去防这波钓鱼的话，那给找到了，那可能这局结局又不一样了。对，就完全不一样了。我首先这个人如果在3板击倒，我可以直接往木屋那边挂，我又影响到你3板，木屋这边你也修不了了。是的，所以说他们的一个赛场经验也好啊，防范心我觉得都是做的比较足的。是。那到了第2回合的话，就看一下他们的一个选图会给到自家监管什么样比较好打的一些地图吧。因为我觉得前2回合目前来看，其实监管方这边得分的话还是不错的啊。是。感觉湖景村和月亮河都亮亮的。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如果给监管选的话，可能还是围绕这样的一个大图会多一点啊。对。那月亮河这边是被搬了。对于斗五来说的话，选湖景村。果然这2张图了，还是这2张图，就是可能还是会给监管这边去打更舒服一些。是。对。本身刚刚的话也是梦幻小迷这边发挥的非常出色嘛。不过对于两边来讲，倒很巧的是，第一把的话，两边用的都是歌剧演员。歌剧。所以说其实从班位上来讲都没有占到什么太大的便宜。是的。后面的话还是要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求生怎么样抗压，因为4大天王还剩很多嘛，而且这还是一张监管的优势地图。对，然后这张地图的话，其实2个门的距离也会让求生这边比较头疼，是，对吧？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3人残局的情况下，监管这边还是比较轻松的去完成一个3抓的，就这种情况啊，就你们跑门的时间太久了。对，而且你跑的话，你是不能直线跑的，我这张图跑门我要贴边跑，所以说我的一个跑图时间就更久了。看一下这边也是斗五的求生者先上。对于泪水来说的话，尽可能吧，这张地图看能不能去创作一些优势出来。对，我觉得还是要完成一个多抓会好一点，因为如果湖景村的对局让求生保平的话，是对于求生来讲非常赚的。对的，也看到现场的应援啊，希望选手不要紧张。确实，因为我们很多可能说。来到线下的一些选手啊之类的，他会有一点紧张，就比如说来到这种舞台，肯定想这么多目光在注视着自己，对吧？确实，环境的话，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种环境，然后又有一些比分上的压力嘛，那时候就希望更不要影响到他的一个心态。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也必须得去享受舞台吧，就因为你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你肯定是有足够的自信跟准备来到的，所以说一定要去把自己该发挥的发挥出来的话，我觉得就不留遗憾。对，我觉得首先你从100支队伍里成为前8名也是非常不容易。对啊，干掉了92支队伍呢。是的。来看到现场斗五的一个应援。那同样，其实对于斗五来讲吧，作为一支职业队伍，肯定也是希望说在我们的预选赛阶段拿到我们的一个小组赛门票的。所以说这一场，我觉得他们也会全力以赴的去应对啊。没错，那我们看一段 VRS 的泪水的一个采访啊，讨论一下为 COA9做的准备，以及对于新版本变更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自己准备的已经很充分了，因为上个赛季经常跟一些职业选手去单练，还有约训练赛，已经熟悉了他们的打法和那些思路，所以这次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这次版本是比较偏人类的，因为喧嚣削到18秒 CD， 然后跛脚羊也削弱了 ，BO1 监管的振奋能力比较弱。我看第一天的比赛有好多
好多队伍选择了小图去让求生去争分，而不是鸳鸯和唐人街这种监管争分的地方。确实，他也聊到了对于这个版本的看法嘛。对，我觉得也是比较透彻的，就是因为本身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榜前的监管玩家，对吧？然后加上对于赛事的了解也很多，你像他跟这些选手训练赛啊什么之类的。对。但就是可能更多的话，你在局内的一些变幻莫测跟一些博弈之类的这个东西，还是要看灵机应变的一些选择的。对，尤其是像中后区对于局势的一个预判和开门战的一个铺排，这个还是需要你的一个对局的经验实打实的给你累积上来。是，因为你单练的话，其实练的还是偏一个前期追击多一点嘛。对的，就确实这个版本真的很少看到跛脚羊了。对你包括喧嚣，其实看的也很少，也很少。对，就可能大家都在试，说我拿出来先试一试怎么样。但是跛脚羊这个角色确实是已经有点点销声匿迹的那种感觉。就拿出来吧，效果也不一定很好，但你付出的一个训练成本也蛮大的。对的。那看这边是选择搬掉跛脚羊，然后这里也是搬掉医生跟古董商。对的。那队伍也是选择了弓箭手跟佣兵。其实搬掉医生的话，我觉得对于球上来讲，肯定跛脚羊要摁一摁了。搬掉飞行家以后呢，也是补充上了病患。病患在这张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发挥空间啊，大船小船都是有很多勾点的。对，那我看一下第4手，要不要继续搬气象这样的一些？搬了火灾。那我觉得求生可以补充上气象这样的一个调状态的角色出来啊。他那个牵制也是能够做到保障的。对，象学家是的，搬医生古董，然后跛脚被搬的话，感觉泪水这边也可能会摇摆像台球手之类的吧。是台球手、艾维之类的控场监管可能会有一些选择的概率啊。我觉得医生就不能放，医生一放出来的话，控场监管就真没机会了，就打不了呀，这个场控不起来，因为你一直没有击倒节奏嘛。是。而且求生最后一手也是补充上了一手气象，气象从全局中的话起到这个调状态的作用也是比较大的。对，再加上他的自保会比很多其他调状态的角色强很多，会比心理调解医生强很多的。就这个阵容会刚好兼顾到胡锦春这张地图的各个站点，对吧？你像佣兵，我可以站大门，也可以站中场，对吧？然后这边大船放个病患或者气象，然后双袭的位置的话，病患气象也还可以把另外一个放在那里。对吧？都是很好去利用到地形上面的一些优势，去创作牵制的机会。对，然后小王的话给个弓箭手，也不错。这边是选择喧嚣，对。那喧嚣的一个强度，刚刚他也有聊过嘛，就是削弱到18秒之后，确实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可能在狙击方面并没有像以前的那么的有统治力了。对吧？一旦空掉一波双重惊喜的话，它这个节奏就非常慢了。再加上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对局，现在的球商已经非常会扭你这样的一个转盘了。是的，对，很多时候通过走位的话，也有可能会让你的技能空掉。对的，就基本上如果说你2个双重惊喜拿第1刀，对于求生方来说已经是可以接受了，很好接受的一个对局。对，那看一下区域选择吧。阵容的话，我觉得还是不用担心，大家都非常有站点能力啊。对的，是给到了大船的病患，然后双喜的象学家以及大门的佣兵，小房的弓箭手，然后也是选在了小房跟双喜中间，就比较常规了。双方的一个 BP 选择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就可能喧嚣拿出来就是硬着头皮打。对，因为整体来讲，它强度是不如之前了嘛。对，也加上说他在赛场上登场的时间越久，求生的话对于他也越了解越熟悉了。是的。看天赋会带底牌张狂呢，还是张狂挽留的天赋？底牌张狂想去争一争。求生方这边是带了1个飞轮，2个化纤维，还有一个双弹的象学家。对。也是解释为啥直接把病患给放在大船上嘛，还保护一下。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 VRS 的监管者对阵斗舞的求生者，由解说烤鸭和解说初夏明带来 CV 实时赛况解说。
看一下这边起追的话，也是直接去找。等一下，找这个想法好像灵机一动了一下。救人位，找一下佣兵吗？兵，看起来是要追了呀。变成他的这一个预判的双重惊喜，但持续压制位置，前面还是有机会上到球，但选择一个护腕弹走，再给上一颗球也行。逼了道具的话，也上到一颗球，还是能接受的。是的。而且身位拉得很近啊，因为大门这个点位是不好进行前期的拉点的。比较大空地的一个位置。对的，过来被砸板，但是双重惊喜没有空的情况下是能接受。抽一刀。给到了一个黑球标记。哎，但这个双惊喜是被刚好擦边而过啊。对，回头扭了一下，不过前面还能补上，那也是拿到了第一刀。对。那前面移形也好了，战狂亮起，有空中飞人直接飞过来，先给上一个黑色球。双惊喜的话还有2秒4D，真的这个版本双重惊喜太久了。就看这一波双重惊喜能不能击倒了。对，佣兵现在也确实没道具了。没道具了，可以做到了击之后再砸一板。这边的话自己还可以再减缓一下倒地时间呢。不过其实对于喧嚣来讲，你的道具3个都已经在我脸上交过了，所以说你后面那个牵制能力是基本上没有了。对，现在就对于泪水来说要考虑一个问题，什么？就是场上会少了一个化险为夷，但同样你要去解决一下弓箭手过来 OB 的一个问题，因为弓箭手 OB 佣兵的话，我觉得收益是很大的。是的。这局带的是移形，并没有说带窥视者之类的一些天赋防止 OB。看一下陈某人这边也是直接勾过来去进行一个救援，没有办法去打到一个拦截。对，给上2个球，有一刀救下来之后，这边也是持续针对佣兵打一个倒地。那这里的话应该是要往海边的角落去倒了。那看一下弓箭手的一个位置，目前应该是没有往这边靠，他手里有一台80多的一个大遗产，可能需要他先点亮之后再过来一下。对，保稳打吧，也有可能。对，承载的位置非常远啊，在海边。对的。好，已经在往这边赶了，然后通缉到了一个病患。对的。那这边的话，大门的气象也是可以做一手补救的，没关系。所以说，弓箭手直接过来就行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远程被拦，毕竟泪水手里有一手移形嘛，你这个人是可能救不下来的。对，那果然气象学这边也动了。就是说，你真的要去拦截的话，其实这边气象补救也是能接受，因为只要保证弓箭手这边满血，我其实就是可以进行一波有效的 OB。是的。双人来救，给到一刀，把人扯下来。但是不能跑同一个地方，还在尽可能的扭一下球。对，我佣兵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难牵制，我就先往远里去倒一倒，那就看承载这边的一个操作。这里的位置其实，对我就想说，要不要切兴奋吧？虽然说可能节奏会掉一点，但是万维现在是2个半状态，大家状态很差。本来他是想说弓箭手这个时间拖出来，我们去补一补密码机或者补状态，但是你直接不让他 OB 了。没错。那边双经济交了的话，气象学家可以赶回来修了。这边就看承载的一个个人牵制能不能拖住时间，后撤弩，但是吃到了一个伤害。对，而且后面而且一直在球的范围内，对，被沉默掉了，也没有办法交自己的一个道具跟飞轮。那这里看了一下密码机，现在管密码机了。最后一台就在大门，得看白纸这边能不能撑住啊，因为外面的状态很差，需要他去拖一个调状态的时间。对的，但调状态的位置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对，主要泪水一看你这都交了层云走了，反正没人修机嘛，我再回来看看调状态的人。2个预判的双重惊喜也空掉了。那这样子的话，状态应该是能调上来一个，没调上来，好像刚刚才60、70的一个进度啊。那还好，这边是道具交的很及时，没有倒地。那空中飞人过来，后撤弩交上，上不到球。正好刚刚再看一下密码机，标记都已经掉了。对的，可以来到一个90度的状态，但是有一个倒遗产的风险在啊。看一下这边再画一个。我2个双重惊喜只上到了1下，那应该是能够带走的。空飞人强风推开。是的。队友还是在那里继续补充状态。那这一波其实是给学生方这边拉扯出时间了。对，2个人状态都能调好。对。而且白纸这边的气象也是，就算倒了也会离自己的遗产比较远。没错。陈某人这边是第一时间赶回来摸密码机。对，但这个密码机的进度是不能强开的。对的。
烫住了，这边没有办法交钩子，感觉黏住有一个倒地的说法。对，不过对于泪水来讲，他很怕有另外一个人过来偷这台密码机。确实，但是我觉得这一波是可以深追一下的，因为当时他已经2阶了嘛，然后这个双狙击还在，我深追的话，我如果击倒了，其实对于病患来说，而且病患刚才是把钩交了，好像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道具了。对啊，我深追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把人再往一踩一挂，向玄这边交织起。不过他现在应该是确定了没有人去破译那台密码机嘛？哦，但这里解决不掉，那承载这边有机会了呀。差一个红球，其实他是有一个手椅机会的，那现在有点来不及了。现在就起来了。而且那台密码机如果一旦亮掉，离大门太近了，他们可以马上点到大门。是的，这边还在扭，说到场谢幕，那没办法了，还是迟到。主要是你的技能切成兴奋嘛，没有任何的赶路能力，所以说我们就放心大胆的点门，甚至说气象点的还是小门，是来不及管的。这一局犹豫了，就当时我觉得直接硬追病患的话，可能收益会更高。对，我觉得一定是能在压好之前有一个上瘾节奏的。对的。而且当时气象学家还倒在双11那边。因为你怎么拖的话，其实都拖不出来结果了。你再拖下去，其实外围的状态也还在补。对吧？然后你病患这边放走了之后，他更没有一个击倒的一个比较好的身位。但如果说那一波击倒的比较快的话，我挂回来，然后你现在学还没有起来，我可以抓这个就是你们的一个真空期，对，然后去打一波手语拦截也好啊，或者说控场也行，但是放过那一波机会的话，我觉得就给球员方这边周旋起来了。对他首先气象起来了，多了一个人做事情嘛，对吧？我可以帮你压机，我也可以直接去贴门。主要还是那一波，如果说有一个手椅的话，会让球生那边很难受。气象他刚起来得从双11往这边赶去来帮你压这台。那如果说是弓箭手，我这边强行救援的话，很有可能就是2个人在脸上强开之后，还是在你面前。是的，就3个人都在脸上，对吧？然后我这边如果气象学家给机会的话，再打一个倒地，哎，我有张狂线，你起不来的话，我可能还可以追一个3。对，因为你毕竟切兴奋了，其实还是能接受保平吧，我觉得。对。因为毕竟开局的话，他也是想试一下，看能不能去速抓一下佣兵。但佣兵这边道具的话，其实也是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是本身它就是破译比较慢的一个点嘛。如果你追佣兵的话，外面的一个破译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再加上因为倒的是个佣兵，所以你更害怕队友把他 OB 下来。对，就很多时候可能你在天赋上面就要决定好你这局是怎么样一个打法。如果说你开局是想去碰一下佣兵的话，那这局我带一个。窥视者会不会更好一点？因为毕竟你弓箭手后面过来的时候，你是没办法给我上压力的。我给个佣兵插眼，然后我这边再去抓你弓箭手，直接追倒你也行。主要这把的话也没怎么用到自己的一个移形的技能嘛。是的。我们看一下上把的一个赛后数据，承载破了132，牵制了66秒；男是砸板命中2次，牵制了79秒；成本破了179，救人1次，治疗1次，牵制了67秒；白纸破了188，救人1次，牵制了48秒。没错，泪水这边也是命中了33次啊，击倒了6次。这一把的话，其实就很中规中矩了。对，那我切个兴奋去防你的这个 OB 的话，那肯定的，我的代价就是在于说我的中后期控场上面也好，开门战也好，就可能说法就不太多了。是因为他的天赋本身就没有带挽留嘛，所以说尽量不要让球生这边去打到一个开门战。对到了开门战，他的统治力就直接就弱了很多嘛。是。那也是看一下这把如果保平，那对于斗5的监管者来讲，如果能完成一个多抓也是能够直接拿下比赛。那对于 VRS 的球上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也要先保个平先。对，先保个平。如果说更好的话，去争一下3跑。是。但是胡景春这样地图，我觉得对于球员方来说，保平就是已经很不错的一个答案了，对吧？所以说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角色选择吧。如果强行保平的话，我觉得一些比较机智的角色也可以去尝试拿一拿。这张图本身的你一个单人牵制就很难说把这个优势的一个局面给牵制起来，是比较难的。是的。有个好处点就在于说两边的一个割据都用过，是对吧？那你割据都没了的话，这张地图其实把伯爵羊也搬掉，对，伯爵羊搬掉，其实很多高机动性的监管可能就没那么多了。是，然后其实塔喧嚣的话，毕竟也调整过嘛，我觉得球生也可以接受。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换边啊，怎么样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平局？而且这张图的话，我觉得像台球手以及杂货商拿出来的概率也比较大，对，所以说要考虑一下。台球手的话，就可能更多考虑密码机怎么去分布，因为它有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说，求生方这边会不会留一些小3连，对吧？
然后中场密码机要提前破掉。就基本上我们看到台球手打中后期的时候，最后的一台密码机就是一个小门一个大门，就永远控不过来啊！我感觉击球点完全不够用，再给我翻1倍才可以。对的。但是梦想小明这里的话，我觉得他绝对是可能还是，喧嚣的优先级更高。我觉得他这局可能还是往喧嚣这边去搬会更多一点。我记得上个版本的时候，他的喧嚣打就挺出色的。是，那我感觉他的班位可能还是要往机械这样的点上去放一放。对，因为机械在的话，球商这边本身也是想去争一个保平嘛。那你后手的话，其实主要是对于 VRS 来说，他们第一局选的阵容是挺贵的。对，你要知道大副弓箭手啊都没了，对吧？然后包括莫武师跟教授都没了。是的。对，这4手角色其实放在这个版本。第1、第2回合都是很贵的一些角色，但这把的话，同样需要他们拿一些贵的角色了。这把也省不得，因为你是要去扛压保个平的。但这一局的话，对于梦想小明来说就很好搬了。我前期的话可以搬医生，对吧？医生先知，或者说激进一点的话，我把先知放出来，然后可能搬你的机械师。但是我觉得先知还是得搬一下，因为这种大图的话，先知的一个优先级帮辅助能力太强了。也考验一下他们，如果想去打配合的话，其实这张图配合是比较难打的那种类型，对，因为地形比较空旷嘛。就以前的版本的话，可能很多队伍会选择像玩具商，对吧？就我们早期的时候看到胡锦春玩具商，听到就头疼。对，我船尾放一个，船头放一个。那个时候红蝶就特别多。对，我想要去解决一下你这个点啊。对，基本上能看到配合的话，就玩具商了。在胡锦春这张地图，其他的像祭司什么的，它也没有特别好的地形说给到你有很好的辅助。一些软辅的话都比较难去发挥啊，包括说像舞女昆虫。基本上图比较大嘛，我很难说我没有就是这个时间放在那里了，但是你一定能利用得上，因为一旦说没有帮到的话，我这个破译密码机的时间就牺牲掉了。对的。你看一下双方换边之后怎么样吧，因为这一局对于斗武来说是他们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点了。对，又是胡锦春这样地图，又是第2回合。对，而且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球商上来先保平是在他们的预期之内的。对，而且 VRS 这边的压力很大，就是说想着怎么样去保住这个平局吧，就先不说争胜了，先把平局保住。然后拖入到第3把，因为毕竟5比3的一个劣势没有特别大。然后到第3回合又是自己的一个选图的情况下，我觉得会比较好去应对一下。本身前面几把把监管这边给扛过去嘛，现在有很多选手也聊了，会比较偏向于求生的一个版本，那么后面再去打配合争分的概率也比较大。对，其实还是比较希望可以看到，就选手们可以拿出一些比较少见的一些监管者。但你就会发现这个版本其实拿一些不常规的监管的话，反而会打出很多优势。对，就是因为在于可能大家的赛训啊之类的，会更多倾向于说我给到4大天王，对吧？然后其他的一些赛训我就可能偏薄弱一些，甚至说有一些小的改动也会影响到监管在前期、中后期的一些追击上面的一些优势。是的，你看到也是 ban 掉了先知跟医生这2个肯定要 ban 掉。然后看下求生方的选择，先选佣兵，再选飞行家。还是比较保稳的。然后看第3手，把气象学家搬了。因为你选了飞行家了，其实气象学家我就不会再给你了。不然2个都飞天的话，很难去突破呀。就跟刚刚上一把一样，就是我大船跟双十一都有人站，对吧？其实对于监管来说，我追谁也不是，那还不如掉头去抓佣兵。对，反正差不多时间的话，我至少闷一个化险为夷在外面。对的，哎，是选择了一手邮差啊。那这张图的话，其实对于邮差来讲是比较大的地图，而且没有那种可以持续绕的建筑。这手邮差也行吧。邮差其实在面对很多监管的情况下，他的拉点能力很强。对，而且考虑到他是能给全队有一些增益的。对的，再把古董商搬掉。最后手补什么呢？这个稳定性还不是很足啊。然后现在弓箭手也没了。对。然后古董商给搬了，你这个时候选咒术又不合适选空军。还是那个思路，队内有一个这样的点控位置在。对对对。
空军，这一局求生方的阵容选的就没那么稳定了，对吧？你会发现邮差选出来，然后配个空军的话，其实这2个控制对于梦幻小明来说，我是可以去摇摆一手带兴奋的。结果带兴奋的话，我可以秒人的，对，追得很快的。看一下吧，主要是期待一下会拿什么监管。虽然大差不差，我觉得是喧嚣了。又或者说你空军这个点位的话，当时可能去摇摆去换一手，牵制位更多一点，然后把整体的一个牵制能力拉更强，会更好。又感觉喧嚣的话，这张图，台球手抓这个阵容也不好溜啊。那邮差的话，它就有个好处，就是它的一个道具是比较有持续性吧，就可以一直刷新到给队友啊之类的，就不会说像很多一些别的球生可能用完道具之后就被消耗干净了。他们难受的一点是中后期的一个调整状态，包括说像空军它的一个道具嘛，一旦被逼掉的话是非常白板的。那其实台球手就最喜欢我有个白板可以针对一下了。对的。那开局选在了小房附近，双11的邮差以及中场的佣兵，大船的飞行家。这样子的一个前期节奏，可能就要找空军会更好一些，更舒服一点。我大不了前面把你的枪给逼掉嘛。对。你本身这个阵容的话，相互之间的一个联动不会特别多。我觉得他们中后期的续航能力就会比较堪忧，就可能有个邮差的点会提高一点点吧，但邮差本身自己的话，有一点会难防到。看一下这边天赋携带的是双弹飞轮的邮差，然后以及双弹的空军，2个化险为夷的佣兵跟飞行家。是的，梦幻小明这边的话也是张狂跟挽留。对。好的，现在进入比赛，我们本场对局由斗5的监管者对阵 VRS 的求生者，由解说初夏解说考验为你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是大海的空军会比较有压力啊，已经是直接往海边去拉点了。反正就是先追啊，也是开局就给到了他一个移速性啊。对，这些也不着急，他反正可以等你密码机先动一动，然后我去赶一下他的位置，然后再去选择追击，反正就等自己的闪现时间嘛。这边把密码机给。控一下吗？没有选择。但是我觉得选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因为刚刚也看到了。是的。脚印是往小木屋那边走的嘛？这边的一个选点是给到了一个邮差。他是想要找谁呢？这中场的救位应该不太可能啊。还在等。应该就是要去找这个邮差的。就拖缓大家的一个密码机，然后再去连线把这2台都封住，然后再过来去追一手邮差。哦呦，这个飞真的很熟练啊。是的。好在你是有一个僵直在，还是能让球绳翻回去。这样子是有一点的说法在的。狗的扑咬是咬到了的。对。首先闪现也好了，看前面的一个短板，一片。但其实这边马优他一直没有吃到你的套路啊。对，加上手里是有个飞轮在的，我在你的一个脸上有博弈的机会。哦。等一下，我看一眼。他的飞轮还没有，好像没交。对，没交。然后你闪过来第一刀空了，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后面是有机会飞轮躲掉，然后交互。有说法。是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要么就躲掉，如果说你飞轮如果给骗出来了，就一回来的话，还是持刀的话，对，持刀或者说你强行翻过去这个震慑，那就不一样了。对，他也有选择，就是你闪一交的话，我固定吃一刀，我留着我的一个飞轮，等你后面开主球之后，接着给你再去进行一个博弈，也是可以的。是的。那感觉梦幻小明从开局的一个思路上面还是比较明确的吧，因为他本身也知道这套阵容上面大家都是可消耗型道具的，对，唯独你邮差，对吧？
虽然说你邮差难追一点，但是我觉得对于台球手来说就没有很难追的人。说白了，因为它是有个公式化的一个追击方法。等我的这个一阶开了之后，对啊，加上我的闪现，总能拿个2刀，2刀之后你就倒了。是的。所以说他想先前期把邮差给解决掉之后呢，那后期的话，其实3人拉扯他也是比较好，就消耗道具去打一个好的针对。但这一局的话，现在有个问题点就在于说，这个闪现能不能开到刀？对，这个闪之后你到底多长时间能拿到这一刀也是比较重要的。是的，也是比较期待看一下这一刀到底有没有了1秒钟。是，然后没有打到，但是也并没有选择去交飞轮呢。不过他吃刀以后再加一个反弹射，也是能拉开一定的一个身位。没错，这边还是翻回去，但是吃到了这个主球。因为他在这个双席的通道里面，你主球是很大一个范围可以完全他直接覆盖了。对，我觉得其实对于邮差来说，可以尝试下操作，刚刚真的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也有风险吧，毕竟要骗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是这样。所以说也是保证我的飞轮在手上，那后期的话我2-6还有机会可以再去操作也行。看到这边佣兵来的也是比较早，害怕我来的晚一点，你再用主球去压迫我。对，那这边的话看一下前面不着急翻，等你出来之后再翻。交出自己的一个双弹射。手里的一个松信犬是好的，以及说还有一个这边哎呀拉起来。我觉得他可能回头，当时在回头想看能不能咬到的时候。被主球给抓到了，感觉还是第一波操作会比较好，你可能第2波就也同样是操作不出来啊。他转点路线有个问题，就一直在转一些窄道，这种窄道的话，给梦幻小明他的一个主球打得非常舒服。就我看你往那个方向去，我一个主球打过去，你只能往我脸上来。是的，就有时候可以去尝试博弈一下，就比如说我往前走的同时，我去左边扭一下，然后利用我的松信犬去压制你的一个身位。让你贴不进，然后我还有机会转到别的点去。对。在这边拦截的非常快，空军的已经在脸上了，而且这个位置要提前给1刀。前面的话感觉是有主球抓人的说法的，看一下这边过来，主球是人抓的，看一下直接开起来。能不能先把枪交出去？枪交到了，可惜他出来的位置错了，他应该往右边出来，我觉得。拐到空军的那一侧。对，他往右边出来的话，他这把枪其实不好交。这样的一个。手感的话是没有被松信犬咬到，然后这个身位很近。哇，这个惯性的移速非常快，但是前面的话手里有飞轮可以躲掉了，然后加了一个反弹。这个这个有点没太封住他贴板的一个位置啊，只能补一个击球点。基本上是还是等一下没交出来，刚好卡掉，那这样的话还能溜啊，这又能回去了呀。是的。我觉得有机会，前面的话还有弹射，再过来单板。这个板还能玩，怎么说？哦呦，被抽倒了，博弈到了。那这个真的都拖了10来秒的一个时间了，已经。很久。那这个时间拖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外围的状态都补好了嘛，然后加上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一个3人拉扯的局面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密码机剩余的一个状态嘛，那个核修的你肯定是守不住了。对。然后另外剩的话应该是小木屋、破船以及双11。对的。距离还是会比较远的。哦哟，还有一个砸板。我觉得他们 BRS 这个队伍博板的能力很强啊。是从第1局就看出来了。现在的博板能力都很强啊，就是有板必砸头啊。是。反正我不搏的话，你也是直接过板拿我刀了，对吧？对的。那看一下木屋这台的进度还比较多，已经是44了。然后队友的话是有很提前的拉走啊，所以说你没有太多的一个续节奏的说法。双11那边也马上就要开始修了。我觉得现在又来到了那个台球手比较难受的点，就是这个人我又不想升追，我老是想回去管一管密码机，但只要不追倒的话，穷者这边就有机会运营，就可以一直在拉扯。对，然后你的击球点就是一直在给消耗，你都消耗在我先赶回那台密码机。对的，这也是台球手的一个痛点吧。是，就是你监管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优势的，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劣势的地方在的。对。但这样后来后续，其实我们看过的场面比较多了，就是密码机是肯定可以脱钩的，因为它是没有留近距离的连击的嘛。是的，主球抓得非常准。这边的话有刀，对，刀，但另外一边的话是2人合修非常之快啊，根本没有机会给他控了，感觉。再加上木屋那个机子离小门非常近啊。我是可以直接去贴门的。哇，亮了！是。但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要回头直接去管大海了。我觉得就针对一下
空军嘛，空军甚至说我就点门，你必须来追我。是的，因为另外一边的话，我道具全满的，我佣兵，我飞行家对吧？3个呼唤3个背包，飞行家3个背包，怎么抓？那现在的话就博弈一下，哎，这个主角没抓过去，可以抓到了，抓到了。对对。而且那边很恐怖的是，飞行家还有一个花纤维没有交。对，我觉得这个没说法，真没说法。这把还是比较可惜那部手椅了，说实话。如果能守下来的话，对，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嘛。我感觉他当时着急了一点，因为当时他出来的位置，如果说他可以控制比较好，我去右边出来，对吧？那我主球是压在椅子面前的，我抓到，我用主球，我利用主球去断掉你的那个1.5秒，就是1秒多钟的一个眩晕眩晕就是眩晕时间，或者说我抓住你那1秒多钟你不能救人的时间，我出来是有僵直的，那个僵直过后，哎，那我就可以开始跟你博弈了。对。主要还是那一波救援下来之后，你看邮差也是3-6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啊，在2个小短板，无论是博弈还是说，哎，正好这边梦幻小明他右手也空了1刀嘛，本身抓过来空了1刀之后，又让他回那个板子，是的啊，这样就导致你最后把人挂飞之后呢，没有其他密码机可以让你守了。如果说是提前挂飞，那个双人合修的密码机是能够被守住的。对，就是点控的一个重要性。为什么说我们看到很多阵容上面，就哪怕说再怎么样，你去搬我的角色，我都还是会选一个尽可能有点控能力的一些角色在，对吧？因为那把枪交出来跟没交出来是完全2回事的。是，好，那这样的话也是双方都给打平了，那是来到了第3局啊。因为刚刚也说了，那对 VRS 来讲，它的一个反击的机会就来了嘛，对，又回到了他们选图，而且5比3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分差。是的，只要有一方去完成一个3，就有很大概率，我至少是给你扳平打加赛了。没错没错，而且第3回合，你首先你要知道，大家的一些角色池其实大差不差，对吧？我这边是打了喧嚣，但你那边是打了抬头手，对吧？那我其实到了第3回合，大家可能都要拿出自己压箱底的一些别的角色了。是的，那看一下上把的话，也是麻油这边破译了35，牵制了110秒，大海破译了178，砸板命中1次，救人1次，治疗1次，牵制了79秒。啊，纯净水破译了180，救人1次，治疗1次，也是下下的话是破译了283。没错。那我看到梦幻小明这边也是命中了8次，击倒了4次。就这一局感觉求生方这边也是拉扯比较好的。对，其实前期的一个牵制已经是没有让求生这边节奏特别差嘛，本身你是耗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去找邮差的，但见到邮差之后，其实也是追了一定时间，所以说他们的密码机余量还是比较充裕的。没错，就整体节奏，我觉得求生方是一直都可以接受的这种情况，没有说特别崩，对，没有说很优势，但是没有很劣势，对，对于梦幻小明来说的话，他可能就是不想让自己的状态陷入到像我们一直聊到台球手的一个痛点，对吧？我后期3人满状态、满道具的情况下，我怎么去拉扯？就这个痛点，那可能还是在那把枪的一个转折点上面更多吧。是的，对，就机会的话也是稍纵即逝的嘛，就在那一瞬间。那比赛非常精彩，我们稍休息，马上回来。对，好砸。可以，好交。老人9往3，我要淋雨吗，兄弟？来检修。白手会死。不会，金身的，大门可以点，金身的无所谓。被主流吃了。兄弟凶的开的话，抓了，修不开。会死吗？会死。开枪。到了第6，不管我了。30。哦，报秒呢？不能。欢迎各位回到 CV9 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初夏，我解说烤鸭。那马上进行是 VRS 对阵斗5的第3回合比赛了那就看一下双方来到第3回合怎么样了。因为对于 VRS 来说，选图又回到自己手上了。对，而且我看下来的话，他们的求生状态也是越来越好嘛。再加上我们一直觉得他们队伍之间这个板间的一个博弈是非常出色的。对。那到了第3局，看要不要去选一张小图，让自己的求生继续去发挥一下，看能不能拿下一个3跑。没错因为大双方两边的监管角色池的话，其实用的都差不多了。像四大天王的话，肯定第3回合大家都用不出来。那更多可能比拼像杂货商啊，或者说一些后手的一些别的监管，对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很考验说求生方这边能不能去扛住压力，打出协同性，然后去争分，去把这个比分给扳回来。对。这把的话，对于两边的求生都是我可以打很多的一个辅助跟 OB 了。像软辅的话，无论是玩具商啊、拉拉队员，其实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对。那对于硬的 OB 来讲的话，勘探员、前锋也都在外面还有古董商也是一直没有拿出来。是的。
然后斗武这边的话就尽可能保住自己的优势吧。对，我觉得第一回合5比3的话，其实你说的比分吧，我觉得容易被翻，但同样你也得稳住才行。是，千万不要给到对方翻一个4啊，那就真的是很痛苦了。对的。0-4的话，到了第3局了嘛，突然来个5分，其他的比分都已经是还不上了，你只能要求自己家后面上的阵营也还一个4才行。对。所以说还是要稳住吧，我觉得也是要兜一个下限，是就算给到一个3的机会，也不要给到4。没错，毕竟多加了这1分还是很难追的。但确实今天这场看下来，感觉就对于 VRS 来说，他们的改变还是挺多的。对，就进步很快。对，求生方这边没有说像我们那第一天看到他们上场的时候，可能打得会很凌乱的那种感觉。对，今天打下来的话，就会觉得他们自己也明码机也好，救人也好，特别是板间博弈这些。就方方面面去个人操作是拉得很满的那种状态，就今天看起来是非常有秩序性的一支队伍了。对的。所以说第一天也很有可能就是真的是紧张了，或者是没有打过这样的一种比赛或者跟场面啊，真的是不太适应。有线下赛嘛，线下赛肯定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小紧张的。对，甚至说我还很激动啊，对吧？毕竟第一次来这样的一个场合。对的，对于监管方来说的话，肯定是。都差不多吧，因为毕竟像第一回合，其实泪水这边我觉得也是想尽办法去保平的。但是面对到这个阵容，包括我们刚也聊，那时候也聊到了，说冒险家这个角色，确实对于斗武来说，他们是一个很擅长的一个体系，很擅长，已经训练很久的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的那种状态了。就大家一谈到斗武，说哎，里奥的回忆，可能冒险家这个角色，大家都会先去搬掉，是对吧？来看一下我们第3回合的一个选图了。是的，我这边搬掉了圣心医院。那看一下求生这边选择了军工厂。果不其然，像我们说的，去选一个小图让求生发挥啊，直接用地图上就把你这边监管的很多类型的给限制住了。对，对于 VRS 来说，我觉得就放开了打吧，就是他们毕竟就我觉得不要去顾虑太多，放开了就是享受这种比赛的这种氛围，对吧？对于斗武来说，肯定就要把这个优势给牢牢的稳固住才行。是的。毕竟这把如果谁在落败的话，就直接等明年的一个舞台。是的，所以说大家都还是很想在这个赛场上发挥出来自己的一个光芒的。每一场都很关键呐，只能说。你看这边也是莫小迷。对，那军工厂的话，其实优势一点的监管就反而变成了像艾维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对于 VRS 的球商来讲，我肯定是给你搬掉的。对。就4大天王就不用考虑，更多考虑是要去想一下杂货商之类的。那这边也是下换上格格，就是刚刚我们聊到嘛，就是可能更多考虑像杂货商之类的一些角色会更多。但是能看到换格格上来是想干嘛啊？因为他擅长角色古董商，喜爱角色开弹员，对，让他上来打架的。对，打一个 OB 位了，因为这第3回合争分了呀，我们得冲分了呀。不管是求生也好，监管也好，都是往这个3抓3跑去打的。而且这张图的话也非常适合 OB 啊，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说，哎，你稍微中间有个人帮一帮，我就能够很流畅的从木屋转到中场，再转到大方，甚至说我中间帮你踩脚印之类的，人都可能找不到了。对。所以说看一下这把他的一个发挥啊，怎么样去跟队友配合起来。然后也要莫小米这边的话也要去小心一点吧，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可能杂货商这个角色，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了对方的预先了解的一个。对，他们会有一个假想敌，就是在这里啊。对，杂货商大概率是会拿出来的。那首先从角色选择上，一般不太会给到你一个很明显的突破口了。是的，更多考虑是要不要去有后手的一些别的角色，去尝试一下。那军工厂这张图的话，其实有很天然的限制了大部分的追击型监管嘛，它的一个地形会比较难受一点点。对，可能手椅监管会比较舒服。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打手椅监管是手椅加空场型的监管很舒服哎。像鱼女之类的就感觉特别好。对，因为这个时候是你要争分，你要救人，但我基本上拿节奏的话，我的点上面都在这个手椅上面，更多创造节奏。是的，而且鱼女这种角色，你打击剑了会给机会的。对，近距离的跟我 OB，你身上长水汽不说，你可能自己也把自己折在这儿了。是的。那包括现在版本来看的话，其实很多监管调整了之后，近身博弈它是不太怕一些你的 OB 位的，反而说你保活人的情况更多一些。来看一下这一局吧。然后也看一下球商选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去 OB 啊，
我觉得打架肯定是要用的，郭栋商如果被ban的情况下，那勘探员就要拿上来了。换人上了，我觉得他们就有想法在了。对，想争嘛。医生还是不能放啊！医生这个角色，哇，医生的话打团太强了吧？对，就是打团战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在里面，就感觉所有人永远都打不倒。这样地图医生更恐怖了，是，因为他帮忙能力太快了。有那么多的板子，我稍微帮你卡一卡，然后我本人我就站在后面扎，过了一会儿又是个满状态过来了。对。其实杂货商这个角色的话，我们看下来最近的一些比赛，他也很怕有人帮扛去卡一些藤蔓呐，或者说，哎，你刚位移过来，我直接就是把队友带走，或者一个风给你吹远这样子。是，就感觉杂货商是什么呢？就是多刀型监管里面最怕扛的那种。是。你可能说你像其他的什么鱼女啊之类的都不怕你扛刀，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杂货商确实就很怕。ban掉了机械师跟先知，哎。这边搬在跛脚羊，看一下是搬喧嚣啊，没太大问题。机械师先知啊，是给到了医生的选项啊，但是对于 VRS 来说，他们有没有这个选择在呢？其实医生跟任何一个 OB 位都可以去打一个这样的配合。对的。先选舞女，勘探员。要看第3手。那这样子去选的话，我觉得医生可能就不太会上来。对，他们的一个配合点已经是在舞女跟勘探上了。对的。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野人。作为一个常规救人位，如果不要的话，那可能打配合。守墓吧，要不。对，守墓人也在。选择曹操大师。可以。整体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也会比较快一点。看最后一手怎么办？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的话，首先是防一些你的一些平地监管，幻灯师给ban掉了，平地监管啊之类的。然后你真要拿杂货商的话，我觉得这个阵容也可以打一打，但还是缺少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牵制位啊。最好这个牵制位的话，还能兼顾到一点选杂技了，兼顾到一点救援是吗？对，兼顾到救援。也行吧，因为小图的话，其实赶路上没什么太大压力的，不太会存在被你拦截的说法。只要是个满状态过来，其实就是要看以前的博弈了。是，那应该是杂技跟这个陶大师都带化险为夷，但是我觉得陶大师他得去考虑带一手牵制天赋。这图我们看过很多啊，你要选中场的话，很容易被就是监管我前期这儿溜达一下，那儿溜达一下，最后还是回到中场来逼你。是的。就我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更考虑把这个杂技演员换成小说家之类的，因为如果说他的一个牵制能力也有，对吧？我带一个比较激进点的天赋的话，其实我还是有一定的陪跑能力。包括说骑士也是可以的。对我又可以陪跑，然后救援的话也可以救。因为现在求生要争3，你中场选出来肯定不是让你监管去打一个3抓的，肯定是求生这边去争3的。那你就要把这个阵容的一个上限发挥的更高才行。但目前看下来的话，其实它中间会有一点那种断档的感觉，是杂技它是一个人隔空在外的。对，就比较它是能兜住下线，但是这个时候你兜下线没用啊。对，它就反而是说，哎，有点跟舞女和勘探这边并没有太多关联性，它就是纯靠自己个人牵制的一个点。还是杂货商，你看这个拿个小说家的话，我觉得杂货商真的不好打。对。但也行吧，我觉得整体的牵制能力是能保证有稳定的一个牵制的，但是就是可能从我们觉得他要争夺面上来讲的话，肯定是小说家的操作性更多一些。对，就很容易被针对。如果说硬抓你的杂剑员，你勘探员这边 OB 它是有限的，它并不是说完全是能去 OB 的成功吧，可以这么说。但你小说家的话，我是可以保活人。而且小说家只要我技能点上了，你是一定跟我有个换位的。但是勘探员还要考虑到说，哎，我磁铁有没有扔到，对吧？那以及说我这个触发时间到底有没有用？看一下，看区域选择，中场的勘探，然后大房的舞女以及树林的杂技演员，把陶大师给保护起来。对，我觉得这样也对，因为看下来这个阵容其实只有陶德大师带化险为夷会比较危险一点嘛，其他人都已经做好了一个先知的准备了。
那选在角落的话，也是能封一下舞女的一个灭马机。然后脊椎杂技，我觉得他们也是预先想好了，就让杂技就是让杂技出来牵制的。也可以吧，杂技的牵制比较稳定嘛。然后后期，牵制的不错的时候，看探员过来帮帮忙，对吧？舞女方盒子，开门战真有机会的，也说不定。来看一下天赋，监管这边是底牌挽留，真的吗？杂技这边是单化纤维仪啊，那我感觉牵制上压力很大吧？写错了吧？你都已经开始怀疑写错，都不怀疑他就是想抗压是吗？主要是没有，尤其是像那为什么他要选那里啊？好，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斗舞的监管者对阵 VRS 的求生者，由解说烤鸭和解说出下面带来 CV 实时赛况解说。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他们如果这样带天赋的话，其实区选上面是，但是就正常 T 字形，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我们有上帝视角嘛。但我觉得对于梦幻小迷来讲的话，他也不太清楚你这边是怎么带的。但他不挑啊，因为他是冲着保平来的。他可以不挑角色的，但是这边的牌也好像排的有点歪。对，因为你第一时间不是直线走木屋的，你走了中场。走中场的话，那大门的人往哪儿拉你就不知道了。其实但是大家都在拉点啊，密码机1%啊。没事，马上就会2%的。前期这个你看，那个梦幻小迷在逛，但是2%了，就是有点逛回了开局出生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是反而让勘探员这边去牵制，那就达成了这个开始的想法。那我们就可以假设成这一场刚开局选在树林的是勘探，但是我怎么感觉梦幻小迷他不想追，他想追过来找逃脱大师，然后灭路给上。这边的话，开局是为了保护逃大师，所以选了一个区选的，这边一个碎石。那逃大师但是不太害怕你给他直接有一个实体刀的嘛？对，先把被动打出来，再开门。前面的话有藤蔓，这边减速盒、加速盒，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到梦幻小迷的一个追击的。对，后面的话可以再放一个迷烟炉。对，主要是你的一星已经交在找人上了。是的，而且这个位置的迷烟炉其实很有限制啊，因为它会一直干扰你，并且它有个减速跟加速盒的一个影响在。真的就是不穿过这个迷烟炉，你不太清楚它到哪个位置啊。没错，再开门，那前面应该要交，不选择交藤蔓，还是选择交碎石。哎，但是因为你开了个门，你炸的是窗户，所以那我就走了。但这里预判错了，那以为他走那边。对，前面的牵制时间会拉得很长，因为这边藤蔓跟碎石都交过。那可以一直不停的，就是就算被炸一下，还是接着给你绕这个点位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减速盒还是有影响的。很大影响。对，这相当于是炸了4次，把这个逃大师给炸死的。对的，但是我机子勾了一下，是吧？对。然后这有个地下室啊，什么意思？想稍微干扰一下，不但是杂技防止你挂地下室的能力太弱了。如果是勘探在这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今天过来贴脸救吧，应该是想，没有，也没有，就觉得能不能稍微干扰你一下，但是干扰不到的话，但是这里交了个球，就稍微有点有想法，紧张啊，这个地方他不好下来。那我觉得刚刚贴脸救不挺好吗？那现在的话，等你下来之后，我的 CD 很好，一个土球，但是他要卡这个淘汰进度了，但是如果你强扯，可能会你这边扯，你这样一扯，哎呦，躲掉了，过半了。这个救援压力给自己的给的太大了。对。那现在他要全力帮这个淘大师扛，然后勘探员这边可能也要过来了吧？对，因为其实这一波，我觉得他提前过来去救一波，可以让勘探过来帮忙去欧的，去 OB， 然后去拖时间。我觉得秒套一个化纤维让他出来，局势会更好一些。是的，就算让他快点上2挂都没关系啊。那现在这个情况，把人挂飞，场上还有半台马机，猫小妹这边移形好了，外围是有一个0.75状态的杂技。但如果你追他的话呢，那台密码机你就守不住了。对。
所以说看但是我觉得杂技也不能在脸上离这有太近。地下室，这有地下室。梦幻小明的意图很简单，他只需要保平。这个地下室再挂一波，你就不好哦，传送了。好，这边的话是杂技啊，满状态有道具的杂技，我觉得还是能够带离这台密码机的。对的，但是踩得非常准，直接弹开，没什么太大问题。有一个重金之托，之托，扎一下扎到了，扎到了，不过有一个窗弹射，现在赶紧拉走，让队友去补一下自己的一个坏刀，这个躲不掉。然后大海赶紧去补一下，但是梦幻小明他会回来。杂技怎么也来了？我觉得杂技直接修刚刚大房那台就可以啊。哎，为什么都来了？现在再回去，我觉得也来得及，得趁舞女没掉状态之前，要么两个人摸一下，要么人赶紧修一台新的。他应该是想着说舞女过来救人嘛，然后杂技去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至于，主要满状态，勘探员不可能一开始设想他就要秒倒呀，对，就肯定是带走，然后队友来补。那如果说有一定的一个牵制压力，再去多修一台比较保险嘛。是的，给到一刀，那还是想修这台。杂技顶脸上去给压力修，然后外围现在。就是其实是有点亏的。如果直接让杂技修大房，他现在是让勘探跑了个对角线去修大房那台新的。对。不过好在他们都没有人倒地啊。是的，找舞女来了。本来想摸个道具的，但是没有摸出来。这个藤丸感觉是能缠到的，缠住了。那这样子要倒地，那现在问题来了，大家都是0.75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传送是能拖好的，所以说你这个密码器还不好直接开。哎，这一把对于求生者来说是尽可能要去争一个平局是最好吧？他只能让杂技过来，因为勘探没有回光返照。对的，那这里缠住啊，碎石炸倒。掉了个红球，牵起来，密码机动电没用。那这样子把人挂上，其实也锁定到你大房的勘探员的一个位置，而且你是没有回光返照。对，如果你是满状态的话，你还有机会去搏一搏地窖嘛。我感觉这把要奔着4去了。是的。这边排下大房的位置，藤蔓的话可以排一下人的。去中场大门的一个位置。对，再去多个藤蔓。主要也不着急，杂技他是刚刚上瘾啊，给梦幻小明这边很多的一个时间去排这个人的，他可以自己先看一下地窖的一个位置嘛。对，他应该在看乌鸦的位置，应该有没有那个什么？反正在大房的附近啊，以及中场是没有出现任何耳鸣的，可能对于他来讲也怕说有人绕到那边过来救援。是，但这个位置要走地窖也难。对，说实话，这个位置要走地窖，他已经锁到地窖位置了。还在排小房，还在看那边的一个椅子情况，对，在看门的情况，都没看到。但这个时候勘探员如果想走的话，他一定要提前往地窖这边跑。是的，因为这边虽然说你有3磁铁加飞轮，但是对吸重金之托，我开重金之托的话，其实你是很难走掉的。耳鸣已经响起来了，把重金之托开起来。对，然后这边还在再找，但是毕竟勘探就在附近啊，所以说冒乌鸦大概率很难会冒出来吧。他早晚要过来的。我磁铁交出来了，交藤蔓吗？先重金之托吧，我觉得碎石炸。没炸，这边7道，怎么说？安飞轮，但是这个距离没有回返，这都爬不出去，能爬进去了，我的天！哦，那还是爬了一个，那就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缓了一口气的，因为一旦给了4爪的话，那队友也只能4爪。对，就没机会了。不是4抓的话就结束了。是的，就没有了。对，已经翻不回来了。就已经翻不回来了。现在的话，队友就是翻一个4抓还有机会，对吧？还一个6比3。对，其实这局有点怎么说呢？我感觉沟通上面可能出现了一点小失误，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第一波救援节奏对于求生来讲太亏了，因为逃脱大师他的一个牵制时间已经是一个稳平的对局了。是的，首先你想一下，我贴脸救完之后人出来的话，逃脱大师在外围倒地，他是可以自己去换位的，这样再怎么样我都不可能干扰遗产，对不对？对，你别让他进地下室，他就能换位拖这个时间。是的，而且大房密码机是没有开的，那这样子的话，杂技我后期出来去大房去破译，哪怕说梦幻小明这边真的想去控场，我一个换位把椅子换走，其实你控不住。对，你还是要去守椅嘛。那守椅的时候，我再让勘探过来去救这个人。其实主要拖的是什么？拖的是舞女外面的第4台密码机，
然后勘探员这边去上班去帮忙去陪跑，然后去 OB 一下，看能不能把人给尝试拖点时间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稳救一波，对吧？那其实整个局面看下来的话，也不可能会去不会有一个多抓的机会。对，到一个3-4的一个局面。如果是那样打的话，就是看你是平局还是3跑。但是底线的话是一个平局，但如果说你第一波首先你挂地下室，就是让他换不了位置嘛，然后的话，杂货商守地下室是蛮有优势的，还是有说法的，对你不好下去，尤其是你这个不像佣兵那样是一个长段位移，只是一个很短的位移的话，我觉得杂货商还是有给到很大压迫嘛，当时人还是挂在最里面的一个椅子。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赛后数据。然后看到杂货商这边梦幻小米的话也是命中了7次，击倒了5次啊，基本上刀倒地。对，可以这么说，7刀而已，7个命中嘛。来看一下球车这边的话，也是麻油破译了115救人次，签证68秒，大海破译了182纯净水的话签证61秒，以及格格破译了268，签证了36秒。是的。那这一局感觉其实梦幻小米这个地窖上面其实不用那么着急啊，感觉他这个是无限接近于4的一个局面了。对，如果他们先完成4的话，下半场就不用打了嘛，已经翻不回来了。但这样的话还是给到VRS 这边的一个监管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有机会，他B4局就是一定要去4抓对面才行。是。那我们这个比分也是非常焦灼，但是对于斗物来说，现在优势已经是非常大了。对，只要走一个就可以。对的。对于 VRS 来说的话，他们只有一线机会，就是说只能让监管这边4抓唯一4抓，那我就可以触发一个绝地翻盘。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很难，相当于从败着走这样给自己续了一口命。是的，主要是军工厂这张地图，我觉得选出来的一个优先级，首先你的假想敌肯定是杂货商，对吧？然后你阵容上面的话，虽然说前期他们的一个拉点配合什么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是拉扯了很久的一个时间，也是把移情给逼出来了。但是在后面的话，可能还是有点稍微的紧张了。对，安排上可能给到了监管这边更多的一些机会。看一下吧，双方换边。那我觉得这把对于斗物的球商来讲，就稳着来就可以了。是的，你不用说太过于激进。对于监管来说，就放手一打呗，就是尽可能去4抓吧。因为毕竟说要B4的局，真的4抓的话，其实对于斗物来说，他们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走一个的。对，就是我不按常规的节奏去打了，可能这个人你挂上，我都不一定去卡牌救他。救了。对。然后你现在又说，那你就肯定要考虑说，你能不能拿得出又兼顾控场、追击，对吧？手椅的监管基本上没有。对不对？这个图你就是来一手，射源度很高的，像邦邦这样的一些角色。是。他是有点，我可以追得很快，而且你不得不救嘛。因为你卖的话收益也没有那么高。或者说看一下有没有像艾维啊、梦之女巫比较适配这张地图的一些角色。女巫倒是可以。对。如果有的话，女巫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女巫这张地图太多场面会让我们觉得这个角色真的是可以创作这个机会的。是。但也得看他们会不会直接把一些控场型的监管都给摁掉了。但斗物经验还是比较足的，他们赛场经验真的不太能给机会的，就是选个路练师什么的都有可能，对吧？选个路练师啥的，我去针对一下你的控场，然后我自救，自己玩自己的，那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可能性了。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 BP。路练师跟哎呦，你给搬了，就知道你可能会往这方面选。对。然后这边是把跛脚羊搬掉，看一下跛脚羊台球手。台球手。对。看一下选择。那其实对于背水来说的话，会打艾维的话，其实他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是的，因为搬了入殓师，但是他守墓人搬掉之后，你会发现就有点不太像艾维。对。我在调查员，然后选择杂技啊，还是有去防的，然后也是比较强牵制的一些位置。看下第3手，
小说家，知道的角色确实也是比较去克制吧。单线对斗来讲，我也没必要说非要拿很多的操作型角色。对，逃脱大师，而且他们天赋可以很激进，就基本上回光返照我可以少带一点，尽量少带一点，我一个人带能兜底就行了。啊，其他人是把这个牵制天赋跟化险为夷天赋都带上，然后这边是把幻灯师搬掉，是比较搬的一些个人牵制能力比较强的。看下最后一手。他们上面第一回合是已经把咒术选了，第二回合是弓箭手选了，其实还有个古董伤啊，要不要选呢？古董勘探都在外面。对，哦，选了勘探。就我觉得古董会稳一点。那会不会可能也是担心嘛？古董伤被角色克制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古董伤它的一个综合能力会更强一点。好，来看一下泪水的一个选择了。那这局对于他来说是一个B4的对局。对多乌来说的话，他们需要考虑跑一个。对，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化险为夷，就看一下白纸这边的杂技要不要再多带一个嘛。其实阵容跟上把还蛮像的，只是火灾跟舞女不太一样。是的，起到的效果会差不多，就是我只要把道具放在这里是能够帮助你进行转点的。是的。大差不差，然后舞女那个位置的话，可能说更多给到队友辅助更好一些，可以这么说。火灾的话，就是他个人牵制会更舒服一点。更舒服一点。来看泪水会选什么呢？就感觉这个阵容真的好像拿什么都不好打。加上地图，对吧？对，地图军工厂这样地图还是真的给到求生方很多机会，而且两边的监管其实他们的一个角色池更倾向于说目前版本的一些4大天王啊之类的会更多，所以到了第3回合，其实可能很多选手他们本身也会选择像杂货商这类型的角色。然后毕竟小图嘛，板双区又多的情况下，杂货商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争4的一个对局，我觉得有点难。确实，因为杂货商整体来讲的话，还是雕刻家可以。那确实，雕刻家是一个可以创造上限的机会的角色。雕刻家，我觉得就不太吃你的一个阵容之类的，就只要你没有很强的一个拉点能力的话，我只要这个交互甲或者是预判甲比较准，是可以顺秒的。是的，只要雕像准，我的博弈强，对吧？那我觉得他的上限空间就很高。对，而且这个角色的2阶真的是有控场能力啊！控场能力啊！你说的这种，哎，我又有手椅，又有控场，这不来了吗？对，但手椅的话，有个逃脱大师在，可能就不舒服了。逃脱大师真的是，就手椅监管看到都头疼的一个角色。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区域选择吧。这会不会也把逃脱大师给保护起来？哦，真的是保护起来，直接放到大房里去了。就对于他来讲的话，这把的关键不在于他能牵制多久，而是一定要把这个救援的环节给稳下来。是的，2个化险为夷，杂技跟逃脱大师应该都是带了化险为夷的，我觉得。我在这边说不定也带了。我就看对，反正勘探是双闪飞轮，对吧？都带了。那除了他之外，而且勘探前期的一个自保确实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是。而你前面把它解决了，其实对于其他角色来讲，杂技跟火灾是没有办法断掉你的一个上移节奏的。对，来看一下天赋这边是双弹的杂技，甚至连逃脱大师是一个弹射加滑。对，肯定要这么带，我觉得就是回光返照也可以少带一点。然后尽管这边是风窗加张狂的天赋啊，纯前期嘛，这张图的话也不太舒服。好的，现在进入比赛，本场对局又是 VRS 的监管者对阵斗舞的求生者，由解说初夏解说考验为你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来看一下起追的一个方向。中场的话是承载，但是，大门地窖方向这边人也蛮多的，大房这边。
这里的话还是找不了勘探吧，说南飞轮勘探是不太好解决的，所以说还是要找大房这边的陶大师。但是他进大房了，应该是要冲着杂技来了。对，但是队友的持续爆点的话，杂技拉点也是非常快，而且杂技演员牵制雕刻家，我觉得是最不用担心之一啊。这边直接交了一个赶路球，哎，会让这里还以为是往回跳的一颗球。那得等到耳鸣刚刚都消失了，他应该意识到是一个相反的方向。是的。这里看到了脚印。那距离还好吧，没有拉得太开。对，但是这些强体，我觉得也会让雕刻家很难受。他到现在没有什么释放雕像的一些机会啊。我一直给你拉点。哎，夹斗一下。哦呦，我觉得这样赚，也可以说很赚。一下子就再有一下的话就。哦呦，秒了，能吗？哇！刀取下刷刀，真有机会了呀！是的，不是，主要是你这是不给他交雕像机会，一给他交雕像机会全中啊。那其实这一局你要争4还不够，我只能这么说，你要争4还不够，得来个手椅上打一个双倒。我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个人换走之后不救，又或者说我可以压满卡着。对，你但凡最后想出去的话，我极限把人扯下来。是的。现在不着急，然后我这边的话，你压过来我就不修呗，我外围只要有2个人密码机破译就行了。对，那猎手应该也能看到外面2个人是没有撒手的，脸上就1个人，这个人他们肯定是先不卡半了。但是这边感觉是要深追一下了，看能不能去谈到状态。如果说能打到一个状态的话，其实最好不过。哎，但能看到有一台密码机是松手，因为已经对的，很准的一个坟场啊，直接丢到了。还有移形是可以回防的，然后这边的话手里雕像很多，你这个人不好救啊。对的，虽然说是要撤了1阶雕刻家，但是满雕像，压力很大的。满雕像，这边抓你，哎呦，没有抓到。弹出去了，不过现在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陈门现在还是要牵制很长时间。这边雕像能封到交互点吗？堵住不让你走。这边的话，拿刀的机会，直接开2阶了。对，给一刀。那现在完全不同了，虽然说移形交过啊，但是压力还是挺大的。是的，现在是一个2阶雕刻家，而且你的身位已经被架的比较难受了。看一下前面这边雕像是交比较多，所以说对他有点续不上。哎，放了一手。然后弹出去之后，现在有交雕像的机会了。现在开启2阶，然后这边合成雕像的话，只要合到，有说法吗？没合到。那这样的话会有点难受啊。对，这个哎，但是这个没有弹走，那空地的话有追上的机会了，打倒了。 3台半的密码机现在起2挂，手上外面还是有个化险为夷。 还得再打一波手椅优势。对，而且这边你还是能拦他的，因为那边的人是特别远的过来。对的，这个坟场丢出来，干扰一下承载的破译。也不给。现在反正就留雕像，我觉得他这个雕像留的是没问题的。手椅上，我可以把这一台密码机给你亮掉，但这波救人的话，我尽可能创造优势，直到你来救了。 哎呦，但是5场救，因为有这个迷烟炉啊，所以说他不太清楚人的位置，甚至说救下来的火灾都已经走得比较远了。是的。这波看下坟场能不能2阶合成，先有击倒没有放到窗户这里，让你没有但是翻出来还是有一个回来的雕像夹到。对的，陈柏伦的走位还是非常不错的。这边再看一下合成。 又躲掉了，不过已经走到空地了。哦，又躲掉了，吃个实体刀，刀，可以很赚。那现在的话，其实换位全部都交过了，所以说往这边一挂，其实就不用太担心。然后主要是看能不能排到一下逃脱大师过来的一个位置。对，而且那台密码机其实进度比较少的。而且有个问题是，当时逃大师的被动没有打掉，代表他救援能力还很强。现在是，哎呦，但是要把勘探炸倒的话有点难吧？但勘探要小心一点啊。 他不能太放心的在这边破译。2组雕像，这样子的话救人压力更小了。给一刀成功救下来，打针对没打到。那机子有可能可以脱钩，所以说这边的话，要不交移形回去管机子。对，因为勘探那边其实也是炸过一下的状态啊。是的。看能不能快速把他击倒。手里的雕像是有1组的，但这边1组雕像不太够用，合成飞轮。 另外2边的话，先把火灾的状态给调起来，因为它是个挂飞。是，不行啊，没办法，这一局一直没打到手椅节奏啊，就是每一波手椅都有点亏，甚至这一局你要去争4的话，还是缺一些，就手椅上面没打出节奏。对。那看一下这边，投到了2个人的位置。
现在就难受的就是雕刻家了，他要等自己的一个移形，然后顺便攒攒自己的雕像，就来回丢这个坟场去干扰。但是往后走得越远的话，其实大家状态调起来就不太担心了。对，站到勘探一下，其实勘探的话，反而现在要小心，他没有带这个红黄返照啊。但也没关系，他也没带挽留。对，他抵消掉了是吗？对，就只能投坟场去干扰，然后找机会。但是求生方这边就拉扯就行了。对你投坟场，我干脆一点都不修嘛。就抓你这个坟场真空期的10几秒时间，对吧？我再2个人合修，那我其实进度也会很快。然后你走开的话，其实中场这边我勘探员还是可以过来给你压力。对。你看他现在只能站在一台上，然后往另外一台上去投坟场。去投坟场。对，但这个坟场的话，除非说现在把人给击倒了。太难了，远程坟场它的一个合成雕像，差一点打我脸了。还好。感觉代入感很强啊，他还差一组。就差一个。对。因为远程它的坟场合成，它并不是说在你就脸上合成的那种状态。它会有一个轨迹，你可以它有个轨迹，预判一下。是的。不过这样的话，让勘探员完全不敢给这个压力了，得换一个满状态的人去给这个缪尔吉的压力。对的，所以说现在两边拉扯开，这边移形再交出来，我觉得这个移形要不别关先，对，先留着，先别关，然后给点压力。那边修上的话，我再回去。但这个移形交了，其实密码机进度我们看得到86，你回不去了，已经有点。如果现在能够击倒勘探员的话，有一个手语还有说法，因为逃脱大师那边也没有红黄返照。但是可以补救，说白了，我可以补救。对，就看他能击倒挂在哪里。哇，还是一个大星，那基本上这密码机要修开了。还有一组雕像吗？没有，一直续不出来。那压好直接亮了呀。对的，99、100直接开了。手语是没有技能的。是的，现在这边飞轮再交出来，再躲掉一组雕像，然后磁铁再吸晕一次。现在2个门一边走一个都可以啊。没关系，有一个人在中场卡着也行。卡到中场，然后你这边门只要点就行，因为你移形交过了，你现在开门战没有一个赶路能力。是，然后这边的话，河奶真的躲了很多组，虽然他身上吃了很多雕像伤害但也躲了很多组。对，开门战这个躲的才叫真的躲，对吧？是。我前面不躲没关系，我不倒就行了。那也是把勘探员击倒，但是另外一边门的话也是打开。那随着陶大师跟火灾调查员的一个出门，让我们恭喜斗五下比赛的胜利。这把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惊险的，因为一开始的一个击倒时间还是很快的。有机会，真有机会。对于泪水来说，就差一些吧，我觉得就差几波手语。对，几波手语就是几波手语有一波能够说打掉他们比较多的一个状态的话。是的。就他的那个拉扯方向，包括他的对于求生他们的一个心理轨迹的把握，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吧？我去压逃脱大师的位置，然后包括我回去丢坟场去交移形去拦这个火灾调查员都没问题，对吧？就最主要是可能还是在那个树蚁的时候，那一波迷烟炉很伤，那波迷烟炉是一点状态都没拉到的情况下，甚至让火灾调查员这边是牵制的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对，而且一直没有把。逃脱大师的这个被动打掉，对你导致后面你再挂其他人的时候，他这个救援你就更拿不到机会了。是的，那个被动打掉的话，整局节奏会更有机会一些吧。对的，那也是打成一个平手。但是对于斗五来说他们这一场也是打得非常惊险呐。对。最后不过有惊无险，对吧？惊险是蛮多，但最后的话也是稳下来了，拿下了这样的一个胜利可以走得更远。对他们思路很明确吧，包括在中后期的时候，他们也是很好的运用自己的一些走位去躲了很多的2阶合成雕像，就像当时火灾调查员在那个沙包里面把所有雕像全躲的时候，还吃了个实体刀，对吧？也是为队伍去争取了很多一些时间。后面等拉扯起来去修一个沙包里跟中场的话，对于雕刻家来讲还是很难去同时控住的。对，就你坟场准是一个必要因素，但是你合成雕像能不能加到人，又是一个必要因素。对，尤其是你的坟场其实还是在椅子上有人的时候是最有威慑力的，但如果你手上没人的话，其实两边他会放心大胆的去躲你的雕像。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赛后数据，看到泪水这边也是命中了14次，击倒了4次。求生方这边的话也是身在这里是破译273，牵制了17秒，然后也看到陈某人这边是牵制了一个89秒的时间
就陈梦文他的一个2次抗压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波人相当于是直接卖掉嘛，但是泪水他是直接移形过来贴脸追到了陈梦文这边的。对，但陈梦文其实真的牵制了很长时间啊，从沙包外牵制了小木屋，又倒回了沙包里，就是所有人的雕像都躲了。对，对吧？但是因为前期也是在监管这边的不断的一个换位的情况下吧，所以说翟解元这里，我感觉他交球会有点着急，对吧？一直在交球拉点，交球拉点。他想拉开身位，但是这个身位总会拉近的时候，可能后来你的一个跳球就不是用来拉开身位了，而是说，哎，能不能骗一些雕像，我不走交互去跟你拉开这样的一个点。没错。那也是最终还是由斗舞这边获得了一个胜利，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也算是缓了一口吧，是，对吧？因为毕竟前面的一个比赛当中也是稍有失利，来到了我们这个败者组，啊，真的是这一场也是打得非常的就有来有回吧，我算是觉得，其实他们最后拉开的分差也没有特别大嘛，是2个5比3。对对对，对于 VIS 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多还是要去吸收这种赛场经验吧，因为从看得到今天他们的一个表现来说的话。其实是比第一次登入我们的一个赛场好很多了。是的，是的。那比赛非常精彩，我们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先去大房。是啊。老赌，没人过半了。过半了。子康摸你。好。放大门6看那个。没事，我去了。3秒钟，2秒钟，1秒钟，看好了，开了。能走。对，他回大反吗？车猛。没有，到。OK， 有加速。那老真得死，我死。带死了男。好救，他看你回去了。对，我去沙包了，我爸。对，可以，看到。开了车猛，开了。能看到他们这个很激烈的沟通啊。对啊，尤其是集中在2波，就是上半场跟下半场，他都是在收尾环节，会很紧张，说，哎，队友这边到底救的怎么样，能不能把我救下来？是的。然后也马上去安排说，哎，如果说你的状态好一点，会不会可以帮我扛一扛刀这样子？对，就我觉得有惊无险吧。那对于斗舞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得去好好复盘一下，因为毕竟今天的话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存在的，对吧？就得去再继续加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你面对到要进入小组赛的话，它不是说赢一场就行，你要一直赢下去，对吧？而且你后面的对手会越来越强嘛。对。我们小组赛的话，其实也看到，不管是今天打下来的话，还有我们的一些民间队啊也好，或者说职业队伍也好，他们的一些实力，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强劲的。对，而且他们的调整能力也是非常快的。可能你前2天看到还有一些小问题，哎，今天再碰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是的，那我们看一下最佳演绎给到了谁？就应该是监管方这边。没错，梦幻小迷了。然后演绎得分的话也是10026，然后局军淘汰次数的话是2.67，局军击倒的话是5.33，也是非常不错的。那看到他的一个长角色也是歌剧、抬右手以及那个杂货商。是的，是帮队伍拿下了一些多抓嘛，然后这样是奠定了自己这边的一个优势。是的，是一直把这个分差给保持到了最后。特别是第3回合，我感觉他一度有希望可以拿下这个4抓。是。真的就差一点点，但是4抓的话就提前终结比赛嘛。这勘探员那个天赋，他肯定是带了一点爬行加速的。是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弹射飞轮，把这种所有能活一点的这种的天赋全都给带上了。对，也是刚好派上用场，爬出了这个地窖。对于斗舞来说，我觉得也是再接再厉，因为毕竟已经有失败过1场了，就没有太多容错了。后面的话都要必须去卯足了劲去往前冲才行。是的，是。不过好在你赢下今天的比赛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休息时间，对吧？可以等到下一周再去进行后面的比赛啊，还是有很多的一个调整空间的。稍微缓一口嘛，然后可以去好好这几天研究一下接下来要面对的对手啊之类的，然后去做一些比较好的赛训也可以。是的，做一些调整嘛，因为你应对到不同的队伍，我觉得也是吸取了很多不一样的教训，长了很多的经验的。对。部署去改变一下就行了，是的。因为我觉得第1把的歌剧演员，我觉得对于梦幻小迷来说，真的是
中后期的思路很好。虽然说前面被博弈的时候，感觉这边真的是完全，但是并没有说砸头砸多了，我这个思路就乱掉了。其实呢，还是很清楚的。是的，就知道自己该怎么打，怎么去把自己的一个优势给慢慢扩大，对吧？包括说他也是一直有观察说，求生者的一个动向，这样会影响他后面的一个安排的。当他发现说，这边大树确实是前期把道具全交光之后啊，我又把人一直往门口的方向去逼迫，那你们的一个开门战会打得比较仓促一些。是。你像第2手的这个台球手的话，可能对于就这几天看下来，胡景春的台球手感觉打的都不舒服啊。就反而说你这个图大，然后最后的密码器都守不住，因为离得太远了。而且这个图的2个门，你觉不觉得有点限制到了像台球手？他反而他的一个难受程度不亚于求生者这边。是，就他自己的那几个击球点真的不支撑他瞬间来回到2个门。对，就还是有点。确实看下来感觉，可以去考虑一下，看看你们说以后大家胡景春的时候，看要不要换一下别的监管啊，再试一下也行。还是说，比较有自信嘛，觉得对面的一个阵容，像那一把的话，其实像邮差跟空军，我觉得他们都是可以去针对一下，我觉得有可能会因为阵容去调整自己的一个选角倾向。没错。那裁判的准备就绪，让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小。首先要恭喜斗物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程仔还有梦幻小迷来到采访，两位先来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斗物程仔。Hello， 大家好，我是斗物的梦幻小迷。欢迎两位！哇，今天也是拿下了咱们深渊的一个首胜嘛。今天因为我们落到败者组，所以对于咱们来说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容错空间的。这一局感觉压力对于你们来说会有一点大。那今天赢下来的话，整体感受如何呢？程仔？还是有点惊险吧，有刺激，就是还是有点不稳。就今天其实上来小迷就给大家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后面大家也是稳住了咱们一开始拿下的优势，赢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那小迷呢，今天你打下来会有一些怎样的感受和想法？刚刚你在底下说的是忐忑不安，就现在你紧张的心情有没有稍微平复一点？平复了一点点。平复了一点点。那今天的话，其实两边阵营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想先来问一下小迷，因为今天第一局是拿下了3抓，直接打开了我们今天的比分局面嘛。但是当时那一个残局看起来好像平局的面会更大一些。你在跟求生者进行拉扯的过程当中，会想要用一些什么样子的方法来扩大自己的优势呢？首先把大副2块表逼了，把他赶远点，离自己的遗产远点。然后传送没有心脏的教授，把他的往大副那个门挂，让3个人在一个半场。就感觉思路还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逼他们的道具，还有限制住他们的走位。那一局拿下3抓的话，其实给今天的比赛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那想要问一下下半回合求生者这一边，因为当时开门战印象当中也很深刻，因为是陈某人某时摇下来了那一波，然后我们是很顺利的一个3人开门战。当时那样子的一个残局，大家在运营拉扯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交流呢？程仔？当时场上有盲人架，就是不是很好去节奏，然后外面的状态都补起来了嘛，所以说我觉得比较好拉扯。最后结果就想挂一铲摇起来，然后我们是想让赶紧贴门，让魔武师直接找月亮了，对他自己还能把连亮又压好了。就感觉摇下了那一波，大家反应的也很快，马上为后面的开门战做出了一些应对。那到了第2局的时候，其实双方握手言和嘛，还是蛮想问一下求生者这一边，因为对面也是。我们都知道喧嚣会比较厉害一些，那一局在应对到喧嚣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点？就是3个人运嘛，还是感觉还是有点危险的，但是他是剑圣了，所以说还是好打的。说到切金圣，就又要回到一开始你弓箭手去 OB 的那一波。当时知道他切了兴奋之后，大家有没有提前为后面的局势做一些考虑呢？当时想的是，可能说如果守电机的话，我们是开心的。然后呢，就是监管人还是想守电机吧，但是我们就是想来回拉扯，然后电机比较多，所以说监管给机会了，我们把电机质亮了，所以说他没有传送了，基本上贴门就够了。所以其实也是抓住了监管者他的一些心理，然后去扩大了你们的一个运营的一个优势。那到了我们刚刚结束的第3回合的上半局，小迷上来又是先拿下了一个3抓。那一局其实从
观感来讲，感觉你打还是蛮激进的，所以还是很想问一下小明，你今天自己在打那一局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想要拼一拼，直接完成一个3抓4抓，还是说我们稳中求胜呢？首先肯定以平局为主嘛，看他们给不给机会，得看他们多抓吧。那一局其实我还有一个点有注意到，因为开局确实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到追击节奏，是移形起的追击节奏，所以你那一局会更想要去找谁的麻烦？肯定要么找带搏命的杂技，要么找搏命的救人位。那一局后面又是怎么在大家的牵制啊、拉扯啊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多抓的局面的？挂飞，然后状态都很残，可以用自己的技能来达成一个压起身就多抓了。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楚嘛，也是抓住了对面求生者给到的一些机会。那到了我们刚刚最后完成的求生者这一边，其实同样前期还是有一点小吓人的承载。那样子的一个开局，当时大家队伍里面做了一些怎么样快速的部署，然后去挽回后面的局势呢？结果给机会有机会的话，我们压满救一波，但是结果没有给到任何机会。他是最后移形嘛，然后陈某人的火灾，到时候没有没有2阶。然后的话，就是看陈某人牵制了，陈某人这波牵制特别的好，因为就是把整体电机的局势拉回来一点。是顶住了一波很关键的压力嘛？其实包括还有印象当中，就是南那一波也是把人给成功的救下来了。印象还有当时因为四合院的那台电机，你其实一直有在被干扰，那个时候大家会想要怎么样跟监管者去进行拉扯，来回的去给到修机压力呢？就是当时移形过了，我就是想躲雕像，雕像躲掉的话，那边状态不满，所以说再从沙挖和色院就来回拉扯，这样就会好打很多了，他就没有太多机会了。但今天有注意到，其实你个人的操作也非常秀嘛，躲掉了很多波2阶的雕像，包括说，因为当时其实状态一夹就倒的状态，撑了非常多的时间。今天在牵制到雕刻家的时候，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技巧或者是思路在里面吗？就是看好那2个雕像合成，然后找机会左扭右扭。毕竟我们队伍里也是有一位绝活雕刻家在的，今天牵制的方面真的做得非常到位，而且拉扯的也非常不错。那今天这一场赢下，掉到败者组的话，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场硬战要打。2位对于后面的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期待吗？承载？就再接再厉吧，继续加练，也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好好的去做好，然后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好好调整，好好复盘，相信你们可以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小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说几句吧。本来想着能3跑雕家，可以看到雕家加强，结果雕家还是太强。呼吁一下好不好？希望我们后面的比赛有机会可以看到更加强力的雕刻家，也是期待后面有机会可以看到你的雕刻家，可以吗？加强了再说吧。还要给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好，那也是希望我们回去之后可以继续加油，期待斗五下一场的精彩表现。感谢2位来到赛后采访，也是再一次恭喜斗五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